武玄宗主，打扰了。不知两位来我武宗时？我二人此日来此，是想与贵宗谈谈。哦，谈什么？不知武玄宗主有没有想过出去外面？外面？左相有话不如直说。很简单，我真宇宙愿与武宗合作。我武宗绝不臣服他人，即使是真神也不行。你们的敌人不是圣宗吗？我真宇宙愿相助你武宗灭圣宗。只要灭了圣宗，你武宗便是乱星界唯一的霸主。那时，我真宇宙愿意解除乱星界的封锁，让你乱星界修炼者进入真宇宙修行。我武宗需要付出什么？很简单，与我真宇宙攻守同盟，一起灭那关玄宇宙。武玄眉头皱了起来，他从未听过关玄宇宙这个势力。我们的条件就是这样，如果你点头，我们现在就可以帮你一起灭掉圣宗。灭了圣宗后，我真宇宙将封你为王，乱星界的王。乱星界归你武宗管辖，你武宗也可永不入真神殿，听调不听声。武玄沉默，真宇宙给的条件确实很诱人，但他有顾虑，联合对付关玄宇宙。他现在虽然还不了解关玄宇宙，但是能够让真宇宙都灭不掉的势力，定是极为不简单的。若是武宗贸然答应，恐有大祸呀。我考虑考虑。可以，不过我得提醒一下武玄宗主，现在我们要去武圣，所以你可以考虑的快一点。你说这武宗会不会答应？我猜测他应该会去找圣宗，他们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真宇宙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这里开始乱，我们到时候解除封锁，邀请这里的其他势力，他们必不会拒绝。这个地方过不了多久就会并入我们真宇宙的版图。我听说那夜官在这里修炼，找到他。你与他之间可是有1年之约？不杀他，但是我想打他一顿。他身旁还跟着一位素裙女子，那就一起打。慈静，此女能一剑葬灭薄天界，秒杀岁月大帝，其实力……我知他极强，但我也不惧他。反正那夜官武士一定要先打他一顿的。左相摇头一笑，他知道这慈静是看那夜官非常不爽的。对此他倒也很好奇，因为他知道慈静性格虽然暴躁，但是一般人却是很难惹他生气的。对于这个夜官，他的执念有点深。乱星城云海商会。这位公子，您要的这些东西都太珍贵，这价格好说，至少须得5亿枚灵元。可以。5亿？我知道是5亿，以上材料多久能够为我寻来啊？倘若公子愿意加1亿，我可以在3天内为公子寻其所有，否则至少得半个月。加钱？夜官看了一眼女子，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并非是我要讹公子，公子所给的这份清单上面之物都太过珍贵，即便是我们商会库存也没有几样，因此我得从外另购。而若是要从外面加急购买，自然得加钱。可以。公子，因为资金过大，需要先交一部分垫付资金。多少？3亿枚灵元。公子，请您稍等。当真？你看。肥羊，终于来了一只肥羊啊！秦管事，此人能够随意拿出6亿枚灵元，来历怕是不简单。我方才已经探查过他，他不过是真仙境。我猜他应该是一位家境富裕的富二代。这种人呢，一般都是人傻钱多，所以可以宰。宰？当然，宰1次可不行，得宰2次。他这次的目的并不是重新炼制一尊大地傀儡，而是提升他手上这尊傀儡，将其提升到大地境。
这位公子，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坏消息？之前负责帮你购买材料的女子，她携款逃跑了。哎，这事儿是我疏忽了。我的材料呢？没有了。那就将我的钱还给我吧。什么钱？我给了他6亿灵元，让他帮我购买材料。这么多，公子，那你损失可大了。哎呀，公子，实不相瞒，那女子是我云海商会的一位临时工，她的所作所为啊，与我们云海商会没有任何关系。对于您的遭遇，我们云海商会深感同情。这么说，云海商会是不认账？公子，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是我云海商会的临时工，其所作所为与我云海商会没有任何关系，请你不要胡搅蛮缠。我觉得我们应该讲讲道理，你们应该给我材料，或者是归还我的钱。我已经说过，我们对公子的遭遇深表同情。你3息内，云海商会负责人不出来，老子屠掉你所有商会。我们这商会的背后可是圣宗，圣你妈个头！阁下，在下云海商会莫管事，此事是一个误会，还请。云海商会总部在哪里？云海界。云海界在何处？指个方向。此去600万里。哎，你别冲动，这里不是官玄宇宙，现在我与神秘前辈都不能出手，你没有靠山。靠山靠山，没有靠山，我夜关就受尽武器。去你妈的靠山！没多久，夜关直接来到云海界，而刚入云海界，一名中年男子出现在夜关面前，而在他身旁站着之前那名负责接待夜关的秦管事。见到夜关，那秦管事眉头皱了起来，他没有想到这少年剑修居然杀到了这里。夜关看着那秦管事，目光冰冷。我的钱！哼，这位公子，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云海商会，我今日屠你！哼，好大的口气！屠我云海商会，你以为你是谁？秦管事，会长正在招待贵客，你不得打扰。三长老，外面出大事了，你快让我进去禀报会长。让他进来。会长，外面来了一位少年，此人正在疯狂屠杀我云海商会强者。屠杀我云海商会强者？正是，他还扬言要灭屠掉我们整个云海商会。哼，好狂妄啊！与神供奉。我刚答应成为你们云海商会的供奉，就有人来闹事，这可真有意思。与神供奉，此人既然敢来我云海商会闹事，怕是来历不简单呐。是的，此人年少，但实力却极强，一般神帝境强者都不是其对手，其来历极为不简单。你们对我的实力一无所知，就算他是武宗与圣宗的，我也要让他跪下。说着，他起身，似是想到什么，自己账没有归来，又被那王八蛋抢走28亿枚灵元，如今为了去那永生秘境瞅瞅，不得不来这里做个供奉。这倒好，刚做供奉就有人来闹事情，妈的，今天怎么也得杀个人出出气呀！但转念一想，什么人都配自己出手吗？想到这里，他又坐了回去。不过一个少年，我去出手，未免有些大材小用。顾会长，你去解决他吧。你放心，若是他身后之人出手，我来替你解决。可若是他身后人多呢？哼，人多有屁用，来多少本身杀多少。若是他敢叫人，
我灭他十族。啊，有雨神这句话，我便放心了。当二人来到战场时，此刻叶关已经连杀近100名的云海商会的强者了。见到这一幕，那赶来的顾云海脸色顿时为之一变。他没有想到这剑修少年竟如此强，云海商会的神帝境强者竟然都不是其对手，这他奶奶的不是一般的剑修。你是何人？竟来我云海商会撒野？你是云海商会会长？正是。此人黑了我6亿枚灵元，你怎么看？6亿。听到叶关的话，顾云海心中顿时为之一惊。会长，此人随随便便就能够拿出6亿枚灵元，其身上必定还有更多。顾云海双眼微眯，云海商会黑吃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只是他没有想到这秦管事胃口真大呀，竟然连6亿都敢吃。一个能够随随便便拿出6亿的少年，岂会是一般人？会长，此人已与我们结仇，和解断然无可能。既如此，不如直接镇杀他。他身上少说还有10几亿灵元。顾云海看向远处的叶关，有些犹豫。这人来头一定不小啊！我们有雨神。雨神？想到雨神那恐怖的实力，顾云海顿时再无任何顾虑。哼，什么黑吃你6亿灵元？我云海商会岂会做这等龌龊之事？我看你是没事找事儿，想讹诈我云海商会。来人，杀了他！雨神，救我！这时，一名男子突然出现在顾云海的身旁，来人正是雨神。当看到叶关时，雨神就顿时愣在原地。我去！叶关眉头也是皱了起来，他没有想到在这里居然遇到这个家伙。这个家伙与云海商会是一伙的。雨神，就是此人，杀了他，杀了他！我们很熟吗？啊，雨神，我们不熟，别乱叫。你居然光明正大抢！那女人黑吃我6亿灵石，你去黑吃她的灵元？你是疯了吗？啊！去抢杨家人，怎么敢的？他都不敢呐！你要帮他们？我跟他们不熟，真的一点都不熟。就在这时，一旁顾云海直接掌心摊开，一枚令牌在他掌心之中冲天而起，叫人。这云海商会背后真正的主人其实是圣宗。这时，星空突然炸裂开来，接着一名中年男子缓缓走了出来。来人正是如今圣宗宗主圣奇，也是星海界5大岁月大帝之一。而在圣奇身后还有4位岁月大帝以及9名普通大帝，圣宗顶级强者几乎全部赶至。此人来历怕是不简单呐！哼，他既敢杀我圣宗的人，那他身后就算是有岁月大帝为他撑腰，我圣宗也要灭之。而就在这时，远处那雨神眉头皱了起来，似是感受到什么，他突然转头看向远处天际云端之上，在那片白云之上站着一名女子，女子身着一袭素裙。见到这个女子，雨神脸色瞬间巨变，转身拔腿就跑。他跑得很快，直接就跑出了乱星界。乱星界外，雨神惊魂未定，一阵后怕呀，这个女人居然出现了。他之所以跑出乱星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可是号称地图终结者，凡出手无不是一个世界为抹去，若是跑得慢，待会儿可能就要给整个乱星界陪葬了。你家在何处？指个方向。这一日，一柄剑突然从天而降，自此万剑少一剑。逃出来之后，雨神看了一眼四周，这一刻他突然间变得有些茫然起来，同时心中有些发苦啊。本以为远离官宣宇宙和真宇宙，来到这边之后自己好无敌一下，
未曾想到不仅没有无敌，连钱财也被这个靠三代给强行夺走。这世间当真是没有天理了呀！他看了一眼四周，然后转身离去，背影有些落寞。重新找一个低等一点的世界混吧，他还是比较喜欢无敌的感觉。怎么？又让您出手相救了，您心里肯定很看不起我吧？姑姑从未看不起你过。姑姑，可以替我解除封印吗？可以。声音落下，他拂袖一挥，叶关体内封印顿时消失不见。他掌心摊开，行道剑出现在他的手中，他右手缓缓抚过行道剑剑身，轻声说道：“感谢小道你一路来的陪伴了，姑姑，剑还给你。”为何？我不想再被你们看不起来，也不想再被世人称为靠三代。从今往后，我想真正的靠自己，即使身死，也不会再叫人。你想走自己想走的路，姑姑也支持你。这样，姑姑陪你走完这最后一场，你觉得如何？好。此事之后，姑姑也要与这凡尘俗世告个别。这星海界何时又出现一位命运大帝了？等我评。你就是他身后之人？我是他姑姑。姑姑，你竟然敢与我圣宗为敌？想知道姑姑有多强吗？喜剑杀命运大帝，格局小一，命运大帝蝼蚁而已。何须用剑？声音落下，那圣气直接被抹除。场中所有人石化，包括叶关。这是不是强的有点超标了呀？只要我不想死，无人能杀我；只要我不想活，谁人我都能杀。叶关双手缓缓紧握，心中激情澎湃，这也是他的目标。只要你打败我，你就是真正的无敌。有没有信心？老爹打得过姑姑吗？能。他打我，我不还手。原来是这样啊！你的路还很长，但我相信你能够走得很远，因为你有破而后立的决心。其实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等你主动将此剑还我。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柄剑不仅仅是我的剑，更是我的道。我走出来的无敌道，可它不是你的道。你放下它时，就意味着你的无敌道要真正开始了。我明白了。我走了。我们还会见面吗？如果你走得足够快，我们应该还能见面。我们？姑姑，你知道我今天为何这般开心吗？今日的姑姑与往常确实不一样。往常的姑姑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笑容，但今日的姑姑脸上全是笑容，有点反常。哥哥已经答应我，放下一切，不再管世俗之事，陪我到处去看看。而时间、地点皆由我定，就我们两人。我觉得银河系不错，第一站就到银河系吧。那边的瓜挺好吃，可以去尝尝。小家伙，努力修炼，期待你打败姑姑的那一天。告诉你一个秘密，姑姑真的很强很强，强到你想象不到。有空来银河系看姑姑，或者不想努力了，就叫一声姑姑，姑姑护着你。全宇宙谁敢动？姑姑再帮你一个忙，我将大道比主人镇压在银河系，只要他不出银河系，从此世间再无比运能加你身。叶关看着天际，银河系，待自己实力强大一些之后，定要去那银河系去看看。要知道，娘亲秦关也是来自银河系。似是想到什么，
叶关神色突然变得有些黯然，情绪也随之有些低迷。姑姑走了，老爹也走了，自己成孤儿了。他知道老爹既然选择放下一切去陪姑姑，那就意味着从今天开始，官玄宇宙的事情就只能他一个人扛了。至于姑姑离去时说那句不想努力，那就叫声姑姑。叶关摇头一笑啊，男子汉大丈夫，还是得靠自己立足世间吧。你是不是在想，以后就靠自己，坚决不喊出那一声姑姑？是的。哎呀妈，曾经有个男人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他很好奇这小家伙能够坚持多久。当然他也知道这家伙心高气傲，若真到那一天一定是无比绝望的时候。似是想到什么，叶关突然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那一众圣宗强者，见到叶关看来，那群圣宗强者脸色瞬间巨变，直接转身就逃。等等，云海商会讹了我60亿枚灵元，此事难道就算了吗？60亿？不是。什么不？我告诉你，做人可是要诚实。你说的是哪个诚实？叶关盯着他不说话，看着叶关那冰冷的目光，尽管是心中畏惧，顿时不敢再说什么。你厉害，你想怎么诚实就诚实吧，60亿还我，否则圣宗今日从世上消失。还不交出来？怎么只有6亿？尽管是看了一眼一旁的叶关，不敢说话。见到这一幕，那大地强者如何还不明白？这少年剑修是要讹诈。虽然愤怒，但他却不敢发作。一位能够秒杀命运大帝的绝世强者，那绝不是圣宗能够抗衡。这位公子，你看，60亿。哎呀，这位公子，我们得讲讲道理，这确实只有6亿。我现在不想讲道理，60亿。我最后说一遍，你再废话，后果自负。公子稍等，我等去凑。说着，他看向身旁一名老者，怒喝说：“快去！”那名老者不敢迟疑，转身消失在原地。那大地强者又转头冷冷看了一眼那秦管事，那目光阴冷，眼中毫不掩饰着杀意。这云海商会吃黑的事情，他自然是有所耳闻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这女人居然如此昏聩，没有调查清楚就直接开始黑吃，这是愚蠢。如今不仅云海商会没有了，圣宗宗主也被干掉了，可以说接下来圣宗就彻底完犊子了。一旁那秦管事见到大地强者眼神时，他自知必死无疑，因此此刻反倒是不再怕了。都怪你，你有如此强大的靠山，为何不早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这难道不是你的错吗？你有如此强大的靠山，为何一开始不言明？你若是早说，我又岂会贪你那几亿枚灵石啊？听到这女人的话，叶关顿时就愣住了，他被这套逻辑思维打得有些猝不及防啊。此事是因我贪心而起，但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们男人就没有错吗？什么玩意儿？没多久，先前离去的那名老者出现在场中，他拿着一枚纳戒递到大地老者。这位公子，一共只有50亿枚灵元，这已经是我圣宗目前所有的灵元，您看，剩下的先欠着。啊，好。说完，他带着一众强者转身离去。圣宗一众强者离去之后，叶关刚一转身，也正要离去，但就在这时，异变突起，他还未反应过来，一只拳头便直接轰在他的腹部。地面上，叶关强忍腹部传来的剧痛，抬头看向不远处，那里站着一名女子，执剑者。狗男人，我们又见面了。堂堂真宇宙执剑者居然偷袭，我确实没有想到。打你还需要偷袭？我们之前约定的是1年之后大战，
现在时间并未到1年。当然，你想要现在打，也不是不可以。刚才我打了你一拳，为了公平起见，你将伤治好后，我再与你打。哎呀，终于找到你这厮了！你是谁？不想死就滚远点儿！滚！我只说一次。小小至仙境，口气如此狂。这女人定是那夜官的情人，不如将她擒住，然后在这夜官面前好好羞辱一番，岂不美哉？血族是吧？来人，带着他们2人回血族，然后当着他们2人的面，将血族所有人全部斩杀。灭了血族后，将此人送至猪圈，喂他吃10斤合欢散。记住，不要让他死，让他永生永世欢下去。这时，夜官缓缓站了起来，他看向远处的执剑者：“开始吧。”你可以用任何神物，包括你先前那柄神剑。不用。莫说我以大欺小，我现在自降境界，与你境界相同，免得你输得不服。来吧。松开！你做梦！你放不放开？就破！我恢复实力，你信不信？你若恢复实力，那别人输不起。即使我被你杀了，我也会看不起你。执剑者盯着夜官不说话，夜官也盯着执剑者，他心中也有些慌啊。他自然是怕这个女人恢复实力的，不过此刻他也只能赌这个女人要脸了。而执剑者此刻心中却是惊骇无比，因为他发现他根本就无法恢复实力，此刻的他全身实力都被封印了。执剑者心中骇然，这是什么地方啊？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受到下身有异样，脸色勃然大变，怒吼道：“你敢轻薄我！你在说什么呀？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不要胡言乱语啊！我何时轻薄你了？我下身，那是我的血。”闻言，执剑者愣住了。方才他突然感觉到下身浸湿有异样，以为是夜官的那种东西，所以才会大怒。原来不是，是血。夜官看着面前的执剑者，满脸无语。他妈的，这个女人脑子一点都不纯洁。放开我！不，蠢货，你看看你能不能调用玄气？夜官愣住，他连忙调用玄气，然而却发现一点玄气也无法调动。怎么回事？放开我！不行，放开你，我一定会被你打死的。你放开我，我不打你。不，我说话算话，说不打你，那就不打你。我相信你。我打死你，就打你，打死你，你这个狗男人！你要做什么？
而就在这时，已经慢慢失去理智的叶关见到眼前这一幕，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你敢辱我，我必将你碎尸万段！已经失去理智的叶关闻得此言，体内兽性突然间爆发，直接扑倒在他的身上。持续了许久，差不多有好几个时辰，这场大战才罢休。叶关躺在一旁，体内疯魔血脉已经慢慢退去，神智逐渐恢复清明。自己没有死，叶关有些诧异，这女人居然没有趁他昏迷时杀他。在不远处，那执剑者盯着叶关，眼中杀意毫不掩饰，但他却没有动手，因为他知道一旦把这个男人逼急，这个男人体内的疯魔血脉就会被激活，一旦这个男人的血脉被激活，他就不再是对手。可让他疑惑的是，这个神秘的禁制竟然无法封印叶关的血脉。执剑者压住心中的杀意，他双眼缓缓闭了起来。今日发生的事情对他而言无疑是奇耻大辱，还好这个男人不知道方才发生的事情。远处叶关没有理着执剑者，他看了一眼四周，心中也是疑惑无比。这个地方居然连执剑者的修为都能够封印，实在是恐怖啊！你能联系到你塔里那个女人吗？塔耶没有任何的回应。很显然，塔耶与那神秘女子前辈都被封印了。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知道还问你，你是不是傻呀？你脾气怎么这么暴躁啊？我就这么暴躁，关你屁事。还是八碗好。哼，那你去找你的八碗啊。叶关看了一眼执剑者，心中疑惑，这女人怎么有些莫名其妙的呀？执剑者，你我虽是死敌，但此刻你我身陷这个诡异的地方，若是我们再死斗，无非就是同归于尽罢了。老实说，我不想死在这里，你应该也是。既如此，我们何不暂且联手，等出去之后，我们恩怨再算，你看如何？我出去之后，第一时间就会杀了你。我们去前面那个古寺看看。狗男人，狗男人！这女人是疯了吗？这动不动就骂人。而当看到执剑者走路一拐一拐的时候，他顿时愣住了。自己之前伤了他腿吗？没有印象啊。看什么啊？你看什么？我难道闭着吗？闭着。你做什么？似你这般走，何时才能到那寺庙啊？放开我！他也不顾那执剑者的反对，然后直接将他横抱起来，转身朝远处走去。子树呢？他在石村。他不跟你走，为什么？他与你还有你们大姐关系那么好，跟我走，就等于是以后要与我一起联手对付你们。他肯定是不愿意的，我也不想强迫他做什么。那是自然，我们从小相依为命长大，他怎么可能去帮你打我们？叶关微微点头，不说话。怎么，是不是一想到你在他心中分量没我们重，就很心痛？你喜欢过人吗？你肯定没有的。你这么刻薄，又这么自以为是，怎么可能去喜欢男人呢？我就是刻薄，我就是自以为是。怎么，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对吗？永生秘境，与那永生大帝有关。永生大帝是永生文明的开创者，而后来他与大道比主人大战，你知道他最后的结局吗？不知道。想知道吗？你自己去猜啊。哼，当年那一战，永生大帝战败，然后被封印在永生秘境。这个地方就是封印永生大帝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的禁制就是大道比主人亲自布下的，封禁一切修为、神通、秘法、蛊术。那你可有法子出去吗？这座寺庙就是核心关键，这里的封印已经松动，永生大帝应该是要破除封印，重现世间了。现在就是等他破除这里的封印，那时我们实力就会恢复。你的意思是，这位被封印的永生大帝想要破封印？若是所料不错，被收进来的不仅仅是我们二人，还有别的人。若是不止我们，那也就是说
对方拉人进来，肯定是为了破封印了，而被拉进来的人，肯定是能够助对方破封印的。陵园，叶关心中疑惑，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他身上可是有数十亿枚灵元呢。你知道那永生大帝何时突破封印吗？不知道。就在这时，异变突起，远处那寺庙之中，一道红光突然冲天而起，一股神秘力量突然间锁住了他。下一刻，他体内所有灵元突然间被一股强大力量强行夺走，而那些灵元被射走之后，直接幻化成一道道灵气光柱，宛如潮水一般朝那寺庙涌去。突然间，那寺庙之中，一道虚影缓缓飘起，永生大帝。此间天地大道神韵竟然变得如此虚弱，难道是那大道比主人出了什么事？不应该呀，此人实力通天，谁能伤他？还是他别有所图，故意放我出来？当真是世间至宝。我听说永生大帝号称万古第一帝，怎么也要抢别人的东西？我便是抢了又如何？我不仅抢，还要杀人夺宝。你的命是我的，天马剑术。剑修有些意思。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现在还不到我巅峰时期30%实力。叫你的姑姑出来。我爹与我公公走了。不管你了。真可怜。我要杀的人，谁也保不住。你的命是我的。强大一点的蝼蚁罢了。此人乃是一个文明的开创者，其实力就比大道比主人略差，不是你们能打的。走。走个毛，干就完了。弱，真的弱。1万年过去，除了大道比主人，难道就没有出过强一点的人吗？装什么装？装什么装？既然你想死，那我便成全你。我救你是为了亲手杀你，懂吗？什么表情？怎么，你是认为我不敢杀你吗？时间这姑娘，我知你因为8晚的事情一直看我不太爽，可这事说到底是我和8晚的私事，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多了呀？只见者冷冷盯着他，不说话。可我想想也不太对，你现在针对我，私人恩怨很明显。可我细细想来，我们2人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到底什么原因使你如此憎恨我？即使杀我都不得泄愤。哼，你放心，我不会那么快杀你的，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我要慢慢折磨你。慈静，怎么，来救你的老乡好了？慈静，你是吃炸药了吗？哼，思柔，你是不是跟他睡觉了？你是不是大姐的小黄书看多了啊？哼。
前辈，叫我慈柔便好。慈柔，走。回关玄。不行，你现在可是我们的俘虏。我们？你？此刻他才想起，眼前这女子可也是真宇宙的人。哼，我虽然是真宇宙的，可我并未害过你，对吗？是的。他们在开会，我们也去听听。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在我心中，你可一直都是自己人。好。多2个人，不介意吧？不介意吧？不介意。我们继续开始吧。最新消息，那永生大帝麾下有12位命运强者，上百位岁月大帝，普通大帝有上千，神帝境强者过万。除此之外，还有1000名来自永生文明时代的大术师，不断在复活曾经被大道比主人封印的永生文明时代强者。这批大术师实力不详，颇为神秘。除此之外，他还在招揽乱星界的强者。现在乱星界除那位雪帝外，所有势力都已经臣服他。还有一事，之前博天界被灭掉之后，博天界的边界被打碎。据我们探子回报，破碎的边界那边有一个特殊的世界，名为玄娥界。玄娥界内有一超级势力，名为詹台族，实力极强。那博天道现在在何处？自从博天界被灭之后，这博天道便是已经不知所踪。据我们推测，他们应该是在尽快恢复实力。这一世，他是第10世轮回，若是修为全部恢复，其实力将是有史以来最强啊！那谭台族可有什么意图？野心勃勃。不管是这永生文明，还是这詹台族，亦或者那博天道，我觉得都没有关玄宇宙威胁大。我关玄宇宙也觉得你们真宇宙威胁最大。叶公子，其实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我没有想法。你有想法，你说嘛。坦白说，我的想法很简单。现在开始，我关玄宇宙什么也不做，因为永生文明肯定第一时间会来打你们真宇宙。你凭什么敢保证他的目标不是先打关玄宇宙？若我是他，我就先吃掉弱一些的宇宙，然后再集齐所有力量来打最强的。那永生大帝一出来就号称无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此自负自大的强者，他肯定第一时间打最强的。冒昧一问，现在真神是不是不能出手啊？真神在镇压宇宙劫，无法出手。若是宇宙劫爆发会如何？全宇宙毁灭。我知你不相信我，你可以问问慈柔。我知你不相信我，你可以问问慈柔。大写无限制压制宇宙劫，压一次，那宇宙劫就会更强一些。如今这宇宙劫的威力已经无法想象，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旦爆发，现已知的所有宇宙与世界全部毁灭。我有一个想法，首先，宇宙劫不仅仅是我们真宇宙面临的问题，也是目前全宇宙所有生灵面临的最大问题。换句话来说，我们真宇宙与关玄宇宙最大的敌人，首要是这宇宙劫，其次是这永生大帝。此人号称万古第一帝，可以说就目前而言，真宇宙内除大姐外，单打独斗，我们这边无人能够与其抗衡。关玄宇宙除你那几个父辈外，也无人能够与其抗衡。哼，永生大帝一出来，喊的口号是什么？他要让永生文明重新统治宇宙。我的天，他居然要一统全宇宙，这是根本没有把我们真宇宙与关玄宇宙放在眼里啊！这怎么行？办他！我们一起办他！听到慈柔的话，殿内一众真宇宙强者顿时明白他的意图了，这是想让真宇宙和关玄宇宙联手。
你觉得我说的好不好？很好，下次别说了。坏人！不要这样，容易让人误会。大家别误会，我们两个是纯洁的关系，没有发生过那种事情。别解释了。你们别这么看我们两个，我们真的是纯洁的。慈荣，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让观玄宇宙与真宇宙联手对抗永生大帝，是吗？诸位，大道比主人如今被镇压，永生大帝出世，可我觉得大道比主人被镇压后，不仅仅只有永生大帝出世，曾经被大道比主人镇压的许多强者肯定都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诸位别忘记，大姐当年也曾镇压过不少神道文明时代的前者，现在这乱世，那些神道文明时代的强者肯定也会出现，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合作。慈荣，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让观玄宇宙与真宇宙联手对抗永生大帝，是吗？其实也不用结盟，我们可以暂时罢手，约定双方暂时互不侵犯，你们看如何？和观玄宇宙合作，众人还是比较抵触的，毕竟两个宇宙打了那么久，说是世仇都不为过。叶公子，你觉得呢？叶关沉默，他也不想和真宇宙合作的。塔爷还在永生大帝手里，你想想，永生大帝获得塔爷，他的整体实力肯定会获得飞速的提升，过不了多久，永生文明的整体实力肯定会达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程度。塔爷不会有危险吧？放心，他不会有危险，谁得到他都会把他当祖宗一样供起来。我也知你心结，因此不会要求你与真宇宙和解，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真宇宙与观玄宇宙继续大战的话，只会便宜永生大帝，还有那在暗中猥琐发育的博天道。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神道文明时代的强者。我明白你是好意，姑娘怎么称呼？风奇。现在真宇宙是风奇姑娘做主，算是。风奇姑娘，你看这样如何？此刻起，我们观玄宇宙和真宇宙暂时休战，你们的人不进入观玄宇宙，我们观玄宇宙的人也不进入你们真宇宙，你觉得如何？叶公子，我倒是有个想法，你听听。请说。我真宇宙愿意对观玄宇宙开放，只要观玄宇宙的人愿意，可以随时进入真宇宙发展。当然，我真宇宙的人若是愿意进入观玄宇宙，只要叶公子不反对，我们亦不会反对。闻言，叶关如何不明白对方的用意？这是想釜底抽薪。真宇宙的文明比观玄宇宙文明要高，而且福利要好很多。如果观玄宇宙和真宇宙都不反对，肯定有人愿意加入真宇宙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拒绝得了真宇宙的福利诱惑。可以，若是观玄宇宙足够好，他们自会留下；若是不够好，强留他们在观玄宇宙也只会误了他们。我观玄宇宙来去自由，来去自由。此言一出，那风奇心中突然升起一丝敬意。此子好魄力，我想在真宇宙开一家仙宝阁，没问题吧？可以，不过我真宇宙要入股，我真宇宙占50%，你观玄宇宙占50%，你看如何？我想在真宇宙开一家仙宝阁，没问题吧？可以，不过我真宇宙要入股。叶公子，就算我答应你，让你仙宝阁进入真宇宙，但若是仙宝阁没有真宇宙的支持，你真的觉得你们仙宝阁能够在真宇宙发展得起来吗？好。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告辞。翠柔姑娘，你的伤应该已经彻底恢复，所以你还要跟着我们？当然。翠柔姑娘，你是真宇宙的，你那么聪明，不可能不知道我的目的。你见过宇宙节吗？我带你去见见。好。慈静，一起去。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再怎么样，他也不会帮助官选宇宙对我们真宇宙不利的。他与那夜官关系非同一般，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站在我们这边。翠柔姑娘，能详细说说这宇宙劫吗？我曾与你说过大道本源，这大道本源就是天地间万物一切之源，而这宇宙劫就是因大道本源而生，可镇压，但不可彻底将其毁灭。为何呀？因为它本身就是这大道的一部分，灭它就等于是灭芸芸众生。只能镇压？是的，就像一个普通人，有生必有死，生与死都是大道的一部分。大姐现在做的只是在延缓这片宇宙毁灭的速度。你姑姑为了你将大道比主人镇压在银河系，这原本是好意，但是她可能没有想到过一件事，那就是大道比主人曾经是这无尽宇宙秩序的制定者，他镇压了许多强者，而随着他被镇压，他留在世间的封印松动，这永生大帝才得以脱困。当初大姐之所以赶走他，不镇压他，也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原因。而随着他被镇压，他留在世间的封印松动，这永生大帝才得以脱困。当初大姐之所以赶走他，不镇压他，也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原因。夜官摇头一笑，公姑镇压了大道比主人，但是却也放出了永生大帝，这是对他目前而言肯定是一件坏事。你姑姑自然是好意，不过她可能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弱。你知道这宇宙边界为何如此坚固吗？大道比主人吗？是的，他划分了宇宙区域，让各个文明独立发展，而当合适时，他会打通一些边界，让各个宇宙与世界连通。但是有些区域他还未打通。你是担心有别的宇宙文明会出现？是的，这茫茫宇宙，不仅我们在寻找别的宇宙文明，别的宇宙文明也在寻找我们。而据我所知，大道比主人在神道文明时代亲自加强了原本就已经坚固无比的宇宙边界。他为何要亲自加强宇宙边界？是怕我们入侵别的宇宙，还是怕别的宇宙入侵我们？我很担心。若是前者，自然还好，可若是后者呢？当然，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担忧，或许只是我想多了。你没有想多。曾经，大姐曾加强过真宇宙的宇宙边界。大姐也加强过。她当时镇压宇宙劫时，只留下一句话：备战。大道比主人是这片宇宙最接近道的存在，也是目前可以说唯一一个能够遇道的人。他被镇压，现已知的宇宙必然乱套。那把他放出来。你姑姑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人，她既然镇压大道比主人，必有她深意。我的猜测是，大道比主人这家伙肯定是在搞什么坏事，被你姑姑发现了，然后才镇压他。夜官微微点头，心中一叹，他发现这世界比他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这次带你来这里，除了让你看看宇宙劫外，也是助你提升一下实力。提升实力？夜官看了一眼思柔，有些好奇，正要说什么，就在这时，一道雷电袭去。子敬，你护着他。这些雷劫为何变得这般强了？每一日都在增强。大姐，小家伙，抓住子敬！这传送阵已经承受不住，我们直接杀出去。一处岛屿上，沙滩旁，
思柔看着面前躺着的叶关，神色凝重。此刻的叶关肉身已经残缺不全，陷入了昏迷。好在有自然神术为他修复身体，不然叶关必死无疑。子敬，这家伙长得可真帅哈！你跟着他，就是希望未来让真宇宙与关玄宇宙能够和平相处。这只是我的目的之一，还有别的目的？我希望他以后能帮到大姐。你希望他能够帮助大姐对抗宇宙劫？是的，这宇宙的存亡不应该只有大姐一人来扛。你是在利用他？这词儿可不太好听。你觉得大姐能一直扛下去吗？我已有许久未曾见到过她本尊。除大姐外，有2个人能够扛着宇宙劫。他？其中一个是大道比主人，第2个就是他。当然，他的实力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若是他来承担这个责任，他身后的那几位就会为他扛。你是想通过他来利用他身后的人？是的。慈柔，我看得出来他对你很有好感，若是让他知道你在这么算计他。八丸也在。你是说八丸也是在算计他？难怪八丸与他睡觉我就觉得不寻常，即使再喜欢他也不可能就那般委身于他。你们2人到底在谋划什么？我不是已经说了吗？让他来抵御宇宙劫。他不知道八婉在算计他。你知道这家伙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心善。他比他爹与他爷爷要善良得多。心善，只要方法对，就容易被欺骗，被利用。慈柔，你与八婉如此行为，实在是有些下作。我知道。你知道个头！他虽然是敌人，但是你们这种行为实在是下作，我真的看不起，大姐也会看不起。那你有办法帮大姐吗？若是大姐真的有一天扛不住，我就与她一起去死。而你与八婉这种行为像什么？还有八婉，她把自己当什么了？还用美色？若她在这里，我定要打死她，真是下作。你懂个屁！你整天就知道打，就知道杀，你毛都不懂。宇宙劫若是扛不住，你可是真宇宙有多少人要死？哼，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你居然这么怕死。哼，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你居然这么怕死。若是大姐扛不住，生死道消，我第一个陪她去死。慈柔，你杀了她我都不反对，但不应该如此。若是不拉她下水，她身后之人根本不会对抗宇宙劫。宇宙劫毁灭全宇宙，凭什么要大姐一个人来扛？凭什么？我不管你那么多，等她醒来，我就告诉她真相。迟了，你看看。他为何被下宇宙劫？因为他对那道血雷出手。只见这猛然想起之前叶关将他拉到身后，然后强行提升实力，对那血雷出手。这是我设的第2局。我本来是想让自己受伤，然后让他出手来救我。他肯定会出手救我的，只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出手救你。你们第3局是什么？哼，我可不会告诉你。你这人脑子太直，会坏事儿。他喜欢八婉，你知道吗？八婉跟你的想法一样。是的。哼，慈静，我知道你性子，也知道你不愿意掺和这件事，因此这事儿一直都在瞒着你。你现在告诉我，是因为他已经被宇宙劫种下劫印，并且希望我接下来配合你们，是吗？是。慈柔，我知道你与八婉是想帮大姐，但我可以确定告诉你，你们的所作所为不会得到大姐认可的。我们知道，大姐是那么高傲的人，她肯定不喜欢我们的行为。但是，只要她能够从这宇宙劫之中摆脱出来，最终我们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愿意承受。我不会帮你们。但若是帮她呢？你什么意思？这家伙心高气傲，之前将那行道剑还给了素裙女子，并且还说至今往后都不再叫人，只做夜官，不做靠山。但，唉，他这倒是让我很意外，
并且打破了我的一些计划。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没有算到这家伙那么有骨气。我觉得他这么做挺好。可接下来他就要面对那永生大帝，以现在观玄宇宙的实力，根本无法对抗永生大帝。永生大帝也是你们计划中的一环。慈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道：他现在实力弱，我们需要提升他的实力。我想让你与我一起联手，帮他取这里的雷神印，并且以雷池淬炼他剑意，将他实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哼，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为了大姐。我会帮他，但不是为了大姐。还没死吗？哼，当然没死啊。这一次我都以为死定了呢。现在感觉如何？再过一会儿应该就能够全部恢复了。那便好。这里是大姐曾经建立的一个独立小世界，就是真世界。在这个世界外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节，当然现在看不到，出去之后才能够看到。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带你去取好处。哼。好处？是的，因为靠近宇宙节，所以这个地方有一枚刚形成的雷神印，还没有灵智。待会儿我们一起联手为你取得此印。雷神印？是的，在取得雷神印时，得先做2件事。第一件事是先用雷劫淬炼你的剑意，让你的剑意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雷劫淬炼剑意？没有遇到过吧？这个地方的雷劫非常特殊，若是你的剑意能够在这里的雷劫轰击下还不灭，那么到外面去，即使是命运大帝的力量也无法磨灭你的剑意。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待会儿我们2个将会为你护法。待会儿我会趁你不注意，然后一剑结果你。你以为我不敢是吧？来，我现在就捅死你！好了好了，我们办正事吧。做好准备，出剑意。这小家伙明明可以直接躺平，却非要努力修炼，不好吧？他的目的是能够达到他父辈他们那种高度，可他并不知道那有多难。可我觉得挺好的，他能够正视自己，并且有超越之心。就凭这点，他已经超越了无数的人。慈静，你对他好像没有那么厌恶了。我现在对你一语8完很厌恶。感觉如何？岁月大帝之下，应该再无对手。你可别太自信了。若是遇到那种含金量高的岁月大帝，以你现在的实力，还是难以取胜的。有点膨胀了。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呀？接下来淬炼肉身。我也要修炼肉身吗？这里的雷劫比外面要特殊无数倍，能量也精纯无数倍。若是你能够承受住这里的雷劫之威，只要你出去，你会发现，即使是命运大帝也奈何不得你的肉身。不仅如此，肉身增强，那方面也会增强呢。哪方面啊？你有毛病吗？当然是剑道。你想想，肉身增强，剑道肯定也会增强，对不对？这倒是。我们开始吧。直接用肉身去扛雷劫？怎么可能？直接硬扛，你不得神魂俱灭？来，先把衣服脱了。为何？要给你的肉身施法。施法？怎么？你怕我占你便宜吗？我告诉你，在我眼中没有男女之分，你可以当我是一名医师。叶关见到慈柔眼神清澈，顿时有些惭愧，自己倒是有些小家子气了。你来给他涂药，我来施法镇压他体内的药力。我不涂。我不镇压他体内的药力，他就要被烧死了。你会术法吗？别墨迹，快涂！别硬！你在想什么？
别说他了，大姐书上说过，这是正常反应。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了，我们开始吧。开！莫要反抗。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叶关的肉身就像一件铁器，不断被敲打着，然后开始慢慢的发生质变。就这样1月过去，他肉身已经完全能够硬扛雷劫。除此之外，他肉身上时不时闪烁着雷电，看着挺恐怖的。这肉身还能提升吗？暂时不能。我不怕疼。我知道，不过你现在肉身已经到了一个极限，若想再提升，就得引那血雷，而那血雷不是你现在肉身能够抵御的。那血雷连执剑者和慈柔都有些难以抵抗，肯定不是他现在能够承受的。你就要一直光着身子吗？真是一表人才。长得好看有什么用？笨得要死。慈柔姑娘，你之前说这里有雷神印，就知道你惦记着。看，此印也是无级别神物，你收服此印，它将与你身体融合，然后每日不断淬炼着你的肉身与你的剑意。换句话来说，只要你收服它，你的肉身与剑意每天都能够得到增强。可以这样？是的，最重要的是，此物还没有诞生灵智。你若是将其收服，一旦它诞生灵智，你就是它第一个主人，那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不一样啊？是的，就像女人的第一个男人一样，不管他以后有多少男人，但第一个男人肯定会印象深刻的。慈柔姑娘，我要如何收服这雷印呢？很简单，强行收服。我试试。你真是一个傻子，被2个女人骗得团团转。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你这样会害死他的，你知道吗？人生经常有意外，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你知道你现在有多恶心吗？表面看起来像个人，实际里呢，步步为营，处心积虑算计他，亏他那般信任你，待你如师。我们与他本就是敌人，请你搞清楚这一点。是敌人没错，但是官选宇宙对战我真宇宙，从未使用过卑鄙无耻的手段，而你呢？只要能帮到大姐，手段再卑鄙我也做。我告诉你，你也别生气，我就要利用他，让他顶替大姐扛下宇宙劫。你与8晚的行为，我不苟同。你是疯了吗？竟然施展大姐教你的保命蛊术！你这个蠢货！谢谢。有什么好谢的？我救你，只是想亲手杀了你，仅此而已。叶关看着执剑者，没有说话，心中却是有些复杂。看什么看？你很好看的。你要死啊！我并无他意，只是有感而发。你确实很漂亮啊。慈柔姑娘，你大姐呢？大姐不在。不在？她的力量在这里，但是人不在，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叶关看了一眼天际，心中疑惑，这真神居然不在这里，这是他没有想到的。现在你实力已经得到大大的提升，我们走吧。离开这里？是的，接下来当务之急是对抗永生大帝。对抗完永生大帝之后呢？然后再说嘛。慈柔姑娘，让我来猜猜，对抗完永生大帝之后，便是对抗宇宙劫，对吗？你在说什么？慈柔姑娘，你对我很好，就像是师傅带徒弟一样。我也很希望你真的将我当作是徒弟，但理智告诉我，你跟着我必是有所谋。谋我的宝物？显然不是，因为不管是小塔还是自然神术，亦或者之前的行道剑，你都不感兴趣。直到你带我来这里，我才幡然醒悟，你所谋应该是与你大姐有关。让我猜猜，你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永生大帝，而是这宇宙劫。当然，以我的实力当然是无法对抗这宇宙劫的。所以，如果我没猜错，你真正的目的是想拖我老爹和我姑姑下水，对吗？
从我们之前的交谈之中，我能够感受到你们4姐妹感情很深，特别是你们对真神，而你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你们大姐真神，我猜的对吗？你还是那么的聪明。其实一开始我就在担心当我开始真正实施我的目的时，你会看穿。因此我一直都做得很隐蔽，希望一切都看起来顺理成章，但没有想到还是没有瞒过你。见思柔承认，叶关微微点头，虽然心中早已经有了答案，但此刻心中还是有些复杂。什么时候猜到的？当吞噬着雷神印时。什么时候猜到的？当吞噬着雷神印时。思柔姑娘，若是我猜的不错，当我吞噬掉这雷神印时，就已经沾染了这宇宙劫的因果。对。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当日让我去找8碗，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对吗？是。所以8碗与我发生关系，也是你们计划中的一环。是。我一直很疑惑一点，若是8碗没有恢复记忆，他断然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他可能都不懂那种事情，而他恢复记忆之后，按道理说，我在他面前就只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而已。既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堂堂真无我，为何要与我发生关系？难道真的是因为我长得帅？当然，因为对8碗的感情，我一直不愿去深想这些事情。不愧是人间剑主与金阁主的儿子，若不是以情设局，怕是还真骗不了你。思柔姑娘，我还有一个问题。你问。8碗与我睡觉，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不妨也猜猜。你告诉我答案吧。若是你猜不到，那我便不能告诉你。你杀不了我。你杀不了我。我姑姑能不能杀你？是谁说以后只做夜官的？怎么，这才几天就忍不住要叫人了吗？步步为营啊，厉害。我知道你不想按着别人的剧本走下去，可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唉，其实你还是不太够聪明。如果我是你，便会装糊涂不知道，然后假意与我们真宇宙联手对抗永生界。而我为了让你对抗宇宙劫，也会让真宇宙相助你。但是现在你只能带着你官选宇宙与永生大帝单打独斗了。我原本确实可以这么做的，但你知道我为何没有这么做？为何？不屑。思柔姑娘，你是真宇宙的，我是官选宇宙的。你算计我天经地义，我被算计，这是我无能，我不生气。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骗我，不要瞒我。你应该知道8碗在哪里，对吗？知道。我想见见他。你确定？我与他之间的事情终究是要做一个了结，你说呢？确实。还在石村？就在这里。声音落下，思柔身后时空突然裂开，一名女子缓缓走了出来。我一直在想，若是见到你，我会如何？心中很忐忑，很紧张。但当真的见到你之后，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我喜欢的，我爱的，是那个小村庄的8碗，是那个想吃我做饭的8碗，是那个为了一头牛哭了大半天的8碗，是那个怎么吃也吃不饱的8碗，是那个为了我冲进真宇宙以命守护我的8碗。见到你，我知道那个8碗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8碗，不要伤心了。牛肉是炖了好吃，还是烤着好吃啊？为什么这么帮我？因为你对我好。就因为给你做吃的？是，
你从来不嫌我吃的多。傻丫头。搬完。我从未喜欢过一个男人，认识你很高兴，可是对不起，我不能帮你一起打真宇宙，因为他们都是我的至亲，可我也不能帮着他们打你，因为你是我的挚爱。永生大帝的人应该也已经到了。你与永生大帝勾结，这不能怪我，是他身上有太多神物，特别是与那自然神术与道印，永生大帝是势在必得。执剑者死死盯着慈柔不说话，让永生文明与观玄宇宙彼此消耗，难道不好吗？哼！子敬，你要做什么？关你屁事！这个女人就会坏事，气死我了！算了，回观玄宇宙。为什么？问那么多做什么？赶紧回你的观玄宇宙去！地主有令，速取此人身上神物，与其手机回去。现在好了，想走也走不了了。这狗男人气死我了！你来做什么呀？来看你怎么死。叶关微微一笑，话虽然很冷，但他却觉得心中很暖。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你来帮我，会坏了慈柔的计划的。待会儿我拖住他们4人，你走。我一走，你怎么办呢？我要逞强了，你留在这里，必死无疑的。我若走，你会被群殴的。迂腐，愚蠢！你们真宇宙这是在玩哪一出啊？执剑者，难道那位慈柔姑娘没有告诉你，她已经与我们永生文明合作了吗？她与你们合作，跟我有什么关系？看来你们真宇宙也不是铁板一块啊！他既然要救死人，那便一起杀了，何须废话？开！追！我救你，只是不想你死在这种卑鄙的手段下，没有别的意思，懂吗？我知道，你想亲手杀我。知道就好。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再笑我就捅死你！好好好，我不笑。能联系你们观玄宇宙的人吗？这个地方离观玄宇宙太远太远了。怎么了？执剑者，难道慈柔姑娘未与你说你真宇宙与我们永生文明之间的合作？杀一个至仙境，出动7位命运大帝。这位叶公子可不是一般至仙境，当然也还好是那位慈柔姑娘提醒，不然我们若是真只派1人来，那就真的让他逃脱了。闻言，一旁叶管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果然是慈柔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对他底细一清二楚，接下来自己的日子怕是更难了。执剑者，我们现在倒也不想与真宇宙为敌，所以你若是想离去，随时都可以。倘若不愿离去，那也只能恕我们无礼了。走，好吗？我想走，因为我一走，他们就会来追我，这样你就不会有事了。可我怕你拼命拦住他们。你想的挺好，我才不会为你拼命。谢谢。慈柔，真无我知你2人在此，不要让他再出手了。追！执剑者眼中闪过一抹森冷杀意，他手腕一动就要出手，而这时慈柔和真无我忽然出现在执剑者身旁。你别告诉我你喜欢他。慈静，他可是我们真宇宙的敌人。怎么？你是疯了吗？你真的对他动情啊？你脑子是坏了吗？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要终结真宇宙的吗？啊？你不是说他很帅吗？帅个毛啊！慈静，你可别放糊涂，那个男人花心的很，真的。我跟了他那么久，他这个人人品不行，不仅好色，还朝三暮四，毛病多得很。所以，你现在是要对我出手吗？他与永生文明结死仇，
才对我们真宇宙最有利，谁都可以去救他，你不能。还有，请你记住你的身份，你是真宇宙的神灵，你是禁卫军统领，你是从石村出来的，你难道要为了一个男人背叛真宇宙，背叛石村，背叛大姐吗？思柔，我不想看着他死。你怎么会喜欢上他啊？你怎么会？说到这里，他算是想到什么，眼瞳骤然一缩。永生秘境，你们在永生秘境里发生了什么？你说的对，他是真宇宙的敌人，你们那么对付他也没有错，毕竟我们是敌人，既然是敌人，怎么针对都是应该的。可我还是要去救他。为什么？因为我不想他被别人欺负。你们二人一起上吧。来，让我看看你这些年剑道有没有增进。你真是让我等意外。不过至仙境，但却能够与命运大帝抗衡。莫说放在这个时代，就是在永生时代，你也是妖孽中的妖孽，天才中的天才。你是永生时代的术师？是。我见过古神师，也见过神术师，但是还没见过永生时代的术士呢。让我见识一下。你是要与我单挑吗？还请赐教。你若是达到大帝，或许能与我一战。现在还是太弱。你也是一个人才，就这般杀掉实在可惜。这样如何？我愿意给你一条生路。你若是愿意带着你官玄宇宙臣服，我可以做主，给你与官玄宇宙一条活路。杨家的人宁战死，不跪着生。既如此，那你就与你的官玄宇宙一起葬灭吧。这是谁呀？玉哥哥真像。姑姑。真聪明。是老爹让姑姑来保护我的吗？是，不过我也想来看看你。叶关笑了，他知道除素群姑姑之外，他还有好几个姑姑，而在见到眼前女子时，他觉得很亲切，因此才会喊出姑姑二字。退到一旁，姑姑来打。姑姑，我先打一个可好？先打一个？7个我着实打不过，但是1个我可以试试。可以。出一位命运大帝与我单挑，如何？哈哈哈，那得看你这位姑姑能不能拦住我们6位了。姑姑。真俊呢？真俊呢？基因好。嘴还甜。既然这小家伙要单挑，那就让他们单挑，你看如何？既然他想单挑，那就单挑呗。谁来？你又何必要单挑？让你这2位姑姑出手，二人还是有一定几率保你安全离去的。不用言语相激，这样如何？你我2人1对1，就我们2人，别人不插手。你确定？确定。2位姑姑，我与此人1对1单挑，待会我若是战败，2位姑姑切莫要出手。你确定吗？确定。好。诸位，待会儿我若是战败，还请莫要出手。谁出手，我不仅不会感激他，还会视他为生死之敌。哼，敢以至仙境挑战命运大帝，不得不说你很有勇气。这份气魄，即使在我那个时代也是少有。你放心，我也不会以大欺小。说着，他掌心弹开，然后轻轻往下一压，一瞬间，他境界直接从命运大帝压到了至仙境。见到这一幕，一旁的道袍老者眉头顿时皱了起来，本想说点什么，但是话到嘴边还是又吞了回去。这少年敢以至仙境挑战命运大帝，若是永生界这边真的以大欺小，那倒显得真是小气了。
来吧！两位姑姑，你们看，他们若不是以多欺少，我一个人也是能扛的。姑姑来帮你，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知道吗？这小家伙真是心高气傲呢。好好疗伤，接下来交给姑姑。单挑还是群殴，你们选，我随意。有任务在身，就不与姑娘单独切磋了。永之血，应一掌分在。谢。撤！多谢两位公主相助。那么客气做甚？回官宣宇宙吧。两位公主也要去官宣宇宙吗？哥哥不在那边，我们就不去了。走吧。两位姑姑，告辞。这小家伙着实妖孽，如此年纪便有如此实力，实在是了不起。就是有些倔强呢。他好像很怕我们看不起他。不是，他是不想做强三代，他是想告诉我们，他自己也很优秀。倒是也没错，毕竟他走的是无敌剑道，既然走的是无敌之路，自然不能过多依靠靠山。可他的敌人比哥哥那个时代的还要强。那我们就在这多留一段时间，守他一程。可地主失败了，他身后还有2位绝世剑修，2位绝世剑修极强，哼哼，这才有意思。景晨，地主，可有查清楚那少年的身份？人间剑主的儿子，如今官选宇宙的王，也是官选宇宙目前最妖孽的天才。身后还有几位神秘强者，一位素裙女子，一位青山剑主。这些人都无关紧要，告诉我，他是不是大道比主人的人？他虽有道印，但并不是大道比主人的人，而且身上也没有大道神韵加持。显然他并不是这一代天命之人。也就是说，这官选宇宙并不是大道比主人罩着的。是的。既然不是大道比主人的人，也就不是天命之人，那就灭了。此事没有这么简单，此事没有这么简单。怎么说？地主，永生时代之后是神道时代，而神道时代并未存在多久，便是被真宇宙的真神颠覆。真宇宙那位真神曾经与大道比主人交过手，不仅交手过，可能还打败了大道比主人。不可能，我与大道比主人交过手，此人实力之强深不可测，世间绝无人能够将其打败。非我自负，我自成名起，开创永生文明，独创永生大道，无敌了数千万年。在我那个时代，已有不少精彩绝艳之人，然而他们都已经被我打败，消失在历史之中。可以说，在我面前，所谓命运大帝与宇宙之灵都不过如蝼蚁一般。但是直到大道比主人出现，此人实力之强，我前所未见。若说有人将他打败，我是万万不相信的。可神道文明最终被真神颠覆，那他为何不直接杀掉大道比主人？地主，
真宇宙实力极强，但是他们与官玄宇宙交战了数千万年，依旧没能灭掉官玄宇宙。因此，我们面对着官玄宇宙，也须得谨慎些才行。靖晨，我知道，因为当年我们战败给大道比主人，你现在开始变得谨慎。谨慎是好，可也不该过分谨慎，畏手畏脚，失了霸气与血性。不管是官玄宇宙还是那真宇宙，我既然重活一世，自当让永生文明重现世间，让世人独尊我永生道。这个时代依旧是我们的。真宇宙那位静柔姑娘想要我们与官玄宇宙两败俱伤。哼，她那计谋我如何看不明白？不过正合我意。第一，那少年身上有诸多神物，我需要他的那些神物，特别是那棵自然神树，我需要借此树来恢复我的伤势。第二，官玄宇宙实力比真宇宙弱，好灭一些。等灭了官玄宇宙，我们再回头过来好好对付这真宇宙。地主，那少年身后的两位剑修实力都远超命运大帝，那依你们看，先灭官玄宇宙还是先灭真宇宙？我的建议是先观望，好好发育，不着急称霸全宇宙。道袍老者也是点头，这个法子是最为稳妥的，因为与官玄宇宙的交手下来，他也发现这个宇宙并没有那么简单，若是贸然对其发动战争，可能会吃亏呀。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现在他们缺什么？缺钱，缺灵气。这乱星界虽然被他们收服，可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啊？简直就是个垃圾地方啊！没有灵气，而且各种结一大堆，即使是他们待着也是无比的头疼。我们目前就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拿下官玄宇宙或者真宇宙，第二，打开宇宙边界去寻找新的世界。你们觉得哪个更简单一些？毫无疑问是去打现成的，打破宇宙边界，若是永生宇宙巅峰时期自然是能的，但现在怕是有点难度。准备一下，先灭官玄宇宙。准备一下，先灭官玄宇宙。得小心这真宇宙。哼，那女人自以为聪明，可她对我并不了解。她不明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阴谋诡计都是浮云。只要我得到那自然神树，伤势恢复，她就明白何为绝望。靖晨，这次就由你带队前往官玄宇宙。地主，既然已经决定灭官玄宇宙，那不如由地主亲自出手，直接葬灭官玄，不给他们一点机会。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更重要的事情？官玄宇宙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真宇宙，因此我得去将这天地间无数被封印的强者救出来，让他们为我所用。带多少人去？官玄宇宙实力不弱，不可大意。带所有人去，灭了官玄宇宙后，直接接管官玄宇宙，以官玄宇宙为根基，图谋真宇宙。遵命。阿良，你还没考虑好吗？我与你说，当年永生时代，不知有多少神物想认我为主，我可是都不屑一顾的。你存在的也挺久，我就问你，从你出生起至今，可有见过比我还强者？没有。那你还不认主？我有一心事未了，此乃我平生大憾。你若能帮我完成，我便认你为主，如何？你且说说看。我曾经与一人结过仇，你若是能够在未来帮我杀掉此人，我便认你为主。不就是杀个人的事吗？你要杀的是谁？素群天命。素群天命？何人也？一个大剑仙。区区大剑仙也罢，待我事情办完，到时我帮你杀掉他。前辈，
你体内那神秘女子反水了？前辈早知道她会反水啊。她是真宇宙的，跟着你必有所谋。那我父亲为何还让她跟着我呀？她有没有给你带来好处？好处确实有，而且还不少。永生文明的事，我们也已经得知，这是一个神道文明时代之前的时代。当年大道比主人并未杀掉他们，只是封印了他们。而如今，当年那一批强者都已经破除封印，重现世界。他们应该要对我们官选宇宙出手了。不是应该，是马上就要动手了。永生文明若是对我们官选宇宙发动战争，那么最终占便宜的肯定是真宇宙。你见过那位永生大帝，此人如何？出来就称无敌。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准备战斗吧，我去叫人。天龙族院长，伯父，我想见见芊芊。芊芊她说她在修炼，不想见人。那我在这里等她。让他进来吧。院长，请。芊芊，叶院长，男女授受不亲，还请自重。院长，叶关愣在原地，他也没有想到再次见面，突然间就变得如此陌生了。抱歉，你我生死与共，灵魂相融，彼此心意相通，早已超出男女之情。如果我能早点遇到你，那该多好。我不怪你，只怪这命运弄人，让我遇到了你，又让我喜欢上了你。妈的，老子女儿为你死了那么多次，而如今却落得这个结局，真的是太欺负人了。芊芊姑娘，现在让你退出很不厚道，所以你愿意跟随我与他们一战吗？抱歉，没关系的，我选择了你，自然就要与你同生共死的。以后你还会记得我吗？抱歉，不能陪着你继续走下去了。不会死，就算要死，也是我先死。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有喜欢过我吗？叶院长，芊芊为你死了数次，她哪里不好？她真的很喜欢你，罢了，是我们天龙族高攀不上，请院长莫要来招惹她了。抱歉。小师弟，依依师姐回来了，也不去找我，正想去找你，是不是去了天龙族？看你闷闷不乐的，怎么没有与芊芊姑娘谈好？你真是个笨蛋，芊芊姑娘是喜欢你的，你知道吧？可是你与纳兰姑娘成婚了呢，你现在去找她，你让她如何面对你？难道要她与你说，叶关公子，没关系的，我愿意成为你第二个妻子？而以你的性格，肯定也说不出这种话来，而他看到你沉默，肯定是只有越想越气，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那依你看，我该怎么办呢？那你得告诉我真实的想法。真实想法？你喜欢芊芊姑娘，然后又喜欢纳兰姑娘，是不是？
叶关神色顿时有些不自然，自己好像很渣。哎呀，都怪老爹和爷爷太花心，把这花心遗传给了自己。你喜欢芊芊姑娘，但是你又怕纳兰姑娘不高兴，所以你很犹豫，很为难。于是你选择暂时逃避，不去想感情的问题。依依师姐，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除了芊芊姑娘，你还喜欢哪位姑娘？这个季璇姑娘。还有呢？还有2个。谁？不说这个了。你是不是曾想过，与你喜欢的所有姑娘们都一起生活，大家和和睦睦的？这个正常的男人肯定都有这种想法的。不过小师弟，你可真是观玄宇宙第一渣男。小师弟，你对待感情这么优柔寡断可不行，因为你有实力，有颜值，有背景，有钱，人还很好，因此很容易勾搭上女孩子。这种情况下，你对的感情再优柔寡断，以后肯定还会伤更多人的心的。女孩子一旦动情，就是孽。你倒是没什么，但她们可能会孤独一生。你明白吗？我以后见到女人就离得远远的。你以为女子见到你都会喜欢你吗？你想的可真美。依依师姐，与你聊聊，我开心了好多。那你以后可以经常来找我呀。你还没告诉我要如何解决问题呢。既然喜欢，那就都娶了。你不娶他们，他们无非就2个结局：第一，孤独一生，这是你希望看到的吗？第二，他们用很久很久时间忘记你，然后嫁给别的男子，你愿意见到吗？所以你还有别的选择吗？除了季璇与芊芊姑娘，你还喜欢2个姑娘，那2个姑娘是谁呢？很想知道。叶关俯身在南陵依依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南陵依依的身体直接僵住。小师弟，方才的话是真的吗？嘿嘿，想提升肉身有好处吗？叶关早有准备，他连忙拿出一枚纳戒放到二丫手里，纳戒内全都是糖葫芦。很结实，但还是不够。什么不够啊？不够强。现在的你还承受不住我的血。不至于吧？孙子，你还太年轻。二丫姑娘，你可以叫我叶关或者小关。小关？好的，孙子。你肉身还不够强，若是吞噬我的血，会承受不住的。我现在的肉身很强的。我试试。好，二丫一拳轰在叶关胸口上，瞬息间，叶关直接飞出1000丈之远。刚一停下来，他肉身直接裂开，鲜血直接飙。我还没有出全力。叶关苦笑，这二丫姑娘的力量实在是有些害人的。若是她出全力，自己怕是会被她一拳轰得粉碎。想提升肉身吗？是。有一个方法，你要不要试试？什么方法？挨揍。挨揍？挨揍是最好的提升方法。你跟我打，不仅能提升肉身，还能提升你的剑道。真的？真的，不信你问小白。来吧。永生文明马上就要出手了，我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自相残杀，那时真宇宙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永生文明可以灭，但观玄宇宙不行。为何？那个少年可以打他、欺他，但是不能杀他。他老爹与他姑姑还有他爷爷虽然要他自己成长，但前提是不能搞死他。说是真的要搞死他，他们不会真的不管的。而他们一旦出手，真宇宙就会亡。这么说，他叶关天生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哼，别生气，投胎也是实力的一种。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让他身后之人去抵抗宇宙劫，让大姐得以脱困。子柔，
可我觉得你是在玩火。他身后之人如此强，你这么算计他，你就不怕惹怒他身后之人？他身后之人造灭我真宇宙？不会的，断然不会的。为何？我与八婉还有后手。后手？他思索片刻之后，似是想到什么。八婉，他别说出来。慈柔，你要让大姐出来，要化解两个宇宙的仇恨，唯有如此。慈柔，我调查过那位叶公子，此人与别的剑修不同。平时时他待人谦和，与人为善，但他若是动怒，比他爹还要果断与狠辣。你如此做，我怕以后适得其反。就算你成功，我怕他也不会饶过你。他的脾气我最清楚，我也知道最终我会有一个什么结局。可是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做。唉，我担心的是以后。以后？永生大帝实力虽然强悍，但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他眼里只有大道比主人，因此不足为虑。我真正担忧的是那大道比主人。这一次永生文明所有强者都没有被杀，而只是被镇压，必定是此人刻意所为。此人必是在谋些什么。大道比主人，当年他与大姐一战，难道是故意败给大姐的？大道比主人，当年他与大姐一战，难道是故意败给大姐的？不至于，当年那一战，他确实是打不过大姐。唉，我道行还是有些太浅，无法猜透此人真正的意图。要我派人查查吗？不可，不管他在谋划什么，那都不是你我能够去插手的。当下我们做好自己的事便可。这一次永生文明与观玄宇宙开战，我们真宇宙需要什么都不用做，隔岸观望便可。当然必要的时候可以去激一激那永生大帝，让他更卖力一点攻打观玄宇宙。不能灭观玄宇宙。不能灭。这一次我真宇宙就观望，不可出手，除非观玄宇宙实在是打不过。而观玄宇宙若是打不过，那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小家伙不再叫人。唉，这小家伙什么都好，就是太心高气傲。其实做个强三代又有什么不好呢？许多人想做都还没有这个机会呢。慈静，我去见见他。石村，八晚。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啊？我想起了一个姐姐。她与你说什么？她与我说，若是遇到喜欢的人，就睡了他。八晚，这，我饿了。这个时候，我给你做饭。今天吃别的。有事？永生大帝要攻进观玄宇宙了，你就一点都不喜欢他？与他睡觉，真的就是为了算计？慈静，你那么喜欢他，那我问你，若是大姐与他必死一个人，你选谁？我可不喜欢他。哼，你觉得你瞒得过我与慈柔吗？回答我的问题。我不会为了大姐去害他，但也不会为了他去害大姐。若是他们真的要打架，那我就自杀。看不见就不烦恼了。难怪他会喜欢你。你在胡说什么？哼，他傻，你也很傻。你与慈柔那么多心眼儿，活着不累吗？累啊。那为何不活得简单一些？若是人人都简单，这真宇宙还守不守护了？慈树，不管你们初衷是什么，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大姐不喜欢你们这么做。慈静，哼，你别给我做这副表情，你这个没脑子的女人。永生文明要攻打观玄宇宙了，你是不是很开心？慈静，我问你，你自己觉得你与那小家伙合适不？告诉我。
我比你更早知道我与他之间合不合适，可是我舍不得看着他被人欺负。她就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女人，就知道打打杀杀。我倒是有些羡慕她呢。你不会还喜欢她吧？你们不要搞得我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永生文明已知的强者有12名命运大帝、100位岁月大帝、200来位普通大帝、上万名神帝，还有上千大术师。就整体实力而言，我们依旧处于劣势。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位永生大帝，此人的实力我们预估过，我们这边怕是只有安姑娘能够与之一战，而且胜算不大。此人极其自负，他根本没有将我们官选宇宙放在眼里，加上他又想要小关的自然神术，所以这一次只能战。那就战。小布袋内的东西掌握的如何了？大部分都已经学会了。如此便好。我最担心的还是真宇宙。此次我们官选宇宙与永生文明开战，他们最终将坐收渔翁之利。我更担心的是，等我们打完，他们再来出手。闻言，李半之眉头也是皱了起来，这也是他担心的。守护官选宇宙，这担子真的很重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都撂担子，你们夫妻不守，谁来守？莫要担忧，真宇宙若是真的出手，将官选宇宙逼到绝境，他父亲与他姑姑还有爷爷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不管如何，我与小关会尽力而为。里面的一些东西本来是娘亲给真宇宙准备的，现在看来，只能先让永生文明的人尝尝了。战士，这官选宇宙的实力比我们预料的要强上不少。最强者是那位安物神几人，只要牵制住这几位，那么我们下面的人可以屠杀掉他们。千万要切记之前我说的那2位女子剑修，这2人的实力远超命运大帝，万万不可小觑。这是自然，整体来看，我们的实力是远超他们的。2位，我觉得有一个人我们万万不可小觑。不久前，那叶关羽一名身着素裙的剑修来过鸾星界，而在当时，他身边的那位素裙剑修斩杀了一位命运大帝，而且仅仅只是用了一个眼神。你可确定？句句属实，因为被杀之人便是我们圣宗宗主。有没有可能是他动用了别的手段，但是你们并没有发现？不管他用了何方法，那素裙女子都不得小觑。这是自然，对方既然能杀一位命运大帝，其实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不知道究竟有多强。这倒是好办，让一位命运大帝去见见他，便知他实力了。你可知那女人现在在何处？当日他离去时曾说过，他要周游宇宙，第一站便是那什么银河系。那便派一人前去银河系见见此人。你们谁去？我愿去会会此人，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一个眼神秒杀一位命运大帝。不可大意。放心，我即使打不过他，但我若是不恋战要逃，就算来10个他也拦不住我。我去也。准备一下，3日后进攻官选宇宙。为何要3日后？先礼后兵。顾弟，去一趟官选书院，告诉他们，若是官选宇宙愿降，官选宇宙可免于刀兵灾祸；若是不降，3日后世间再无官选宇宙。我觉得他们不会降。 3日后战地出关。啊，他伤势已全部恢复。差不多。那此次必胜无疑。
天河，此刻起，你便不再是我武宗弟子。宗主，永生文明重现世间，本来是一件极好的事，因为如此，我们便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去外面的世界。后人也不用再受这宇宙劫的折磨，也可以拥有更好的世界。但我却觉得，这位永生大帝太过自负，此人一出世，便目中无人，除大道比主人外，不将世间任何人放在眼里。这种心态，迟早要吃大亏，连累众人。因此，我武宗跟着他，怕是祸大于福。宗主，我不想离开武宗。我武宗不能将所有筹码都压在永生大帝身上。你离开武宗，就算日后武宗出世，我武宗传承也不至于就此断绝。宗主，走吧，为武宗保留一丝希望，明白吗？少主，永生界来人了。来做什么？劝降。走。来，我们也去。降或者死，你选一个。切磋一下。与你打无任何意义。3日后，官选宇宙若是不降，世间再无官选宇宙。你怎么想？他们在拖延时间。这一次，战场不能再虚真战场，去乱星界。前辈，你怎么看？去乱星界。好。念念姑娘，小家伙提升的真快。二丫姑娘教导有方。那是，在我的教导下，小孙子小关的实力已经提升了一大截，他现在可以挨我3拳了呢。二丫姑娘，待会儿去打架，去不去？安姐，一起去。好。就我们吗？就我们。人是不是有点少啊？是有点少。蔚然姑娘，念念姑娘，蔚然姑娘，天女姑娘，够了。好。有传送阵，我已经命人打通官宣宇宙与乱星界的时空通道，建立了传送阵，我们的人随时可以前往乱星界。暗幽，走。我自然也是要去的。小佳，你得镇守在书院。我去能帮忙的。你是在小瞧我吗？让他一起去。掌握小布袋了。真聪明。官选宇宙来了。来了。是的，就在乱星界入口。来了多少人？很少，就几人。去见见。叶公子，你是来投降的吗？我官选宇宙与永生文明素无恩怨，你们又何必来针对我官选宇宙？叶公子，我笑你真天真。这世界本就是强者为尊的世界，强者可以予取予求，弱者就该低眉顺眼。这点道理你都看不明白吗？我与你们确实没有恩怨，但这重要吗？我们想要你官选宇宙的地盘与你身上的神物，你肯定不给，所以这恩怨不就来了吗？开炮！
有些不对劲。啊，你家没了？真的很漂亮，难怪他会那般喜欢你。雪姑娘，你认识我？认识。我来此就是想看看他的妻子。纳兰姑娘，你很漂亮。莫说他一个男子，就是我一个女子看了都有些心动。雪姑娘，你与他的事情我也知晓一些，你觉得他对你如何？还重要吗？雪姑娘，他其实也喜欢你，可他选择了你。雪姑娘，我且问你，你可还喜欢他？还喜欢吗？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些时日来，他不管如何修炼，都忘不掉那个人。在我来之前，他就让人去通知你，让你离开这危险的乱星界，对吧？你怎知？雪姑娘，老实说，面对你，我心中亦是复杂无比。他若是不喜欢你也就罢了，可他偏偏喜欢你。纳兰姑娘，我认识他时并不知道他已经成亲了，若是知道……雪姑娘，小官什么都好，但唯独对感情一事优柔寡断。不对，他那么聪明的人，如何看不出女子的心思？他若是有心勾搭，这世间又有几人能抵挡他的诱惑？他在你们面前装傻充愣不回应，只是因为爱我，怕我伤心。他还喜欢别的女子？好几个呢，芊芊、季璇、南陵依依，还有真宇宙的那个什么八婉。最近又与真宇宙那执剑者暧昧无比，还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什么都知道。这是不是很震惊？他……那你还喜欢他吗？纳兰姑娘，你如此美丽，即便是我见了都自惭形愧。有男子能娶你为妻，那不知是上辈子积了多少德。我若是男子，定要一心一意待你，绝不能有二心。他怎能朝三暮四，喜欢上那么多女子呢？他还喜欢你？我……雪姑娘，若是可以，我当然也希望他一心一意待我，但是他偏生的有些花心，我能怎么办？我也曾想过离开他，可是我做不到。雪姑娘，你与他可发生过那种……不，纳兰姑娘，我没有与他那般，真的。我虽然喜欢他，可是也不会没有成亲就与他那般。哎，说着说着，怎么说这些了？雪姑娘，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单纯问问。纳兰姑娘，你这问的实在是太吓人了。唉，如今观玄宇宙不仅有永生文明这个大敌，还有真宇宙在后面虎视眈眈，说不定哪天大家都战死了。纳兰姑娘，你若是不嫌弃，我愿意助观玄宇宙一臂之力。雪姑娘，我现在是命运大帝，实力还可以。如今这乱星界已毁，雪姑娘，不如你带着你的那些弟子前往观玄宇宙，你看如何？好，那你先将你的人带到观玄宇宙安顿好后，到时候你若是愿意，可以加入内阁，我也正缺人手，若有你帮助，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好，那我们观玄宇宙见。纳兰姑娘，那永生文明实力不容小觑，你要小心啊。雪姑娘，你保重。乱星界外面，靖晨脸色无比的难看，他盯着叶关等人，他没有想到这观玄宇宙会给他们来这么一手，架还没开始打，家先没了。相信我，你观玄宇宙会为今日的行为付出。废话真多。你很能打吗？我们人多，不与他们耗，大家一起上。人多有什么用？小白，上。
他是灵族，我们大大低估了这官宣宇宙的实力，他们身后必有绝世强者。那依你看，我们现在该如何？先撤。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现在撤走，这面子丢的也太大了。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去了。他们身后乱星界已经炸没了，撤，家都没了呀！我赌他没有第二道剑气。走，去观玄宇宙，将战场移到观玄宇宙。小心那白色小家伙，若是他还有剑气，就避开他。前辈，不急，还有后手。姑姑，你拦住他二人，可行？景琛，老夫可是术士，你让我去与2名近战剑修单挑，是何居心？多给你1名命运大帝，给你2名命运大帝，你来。婆婆妈妈做什么？你们不动手，那我们便动手了。若是我没有猜错，观玄宇宙最顶级的强者都已经在这里了吧？你派人前去观玄宇宙了？哼，1000大术师此刻应该已经在观玄宇宙了。杀！小白，保护这个小家伙。二丫魏然，打架！你们互相保护吧。如果被打，就叫二丫奶奶，我就会来帮你。小家伙，自己保护好自己。你莫要怕，我们不会让别人以大欺小你的。怎么这么久才出来啊？还不是因为你。因为自己。叶关听的是一头雾水。迷路了，所以耽搁了一下。小白，保护好我媳妇儿。战帝，你居然拿一个蝼蚁没有办法，这可真是太丢人了。我弟，一群蝼蚁之人，也配与我永生文明为敌？不可大意！大意！大道比主人已经不在，这世间我永生文明还有对手吗？战帝，你当年受了严重的伤，奈何不得这些蝼蚁，我能理解。
现在你在一旁看着，让我来。你便是那夜官？阁下是？魔帝，听过我的名号吗？很强吗？大道比主人不出，地主不现。现在老子就是无敌的，无敌的，懂吗？小熊，怎么了？有人言无敌，多半是一个小瘪三，茉莉。我还是回去看看吧，不然他们老言无敌，我听着心烦。见到逍遥剑修离去，青山男子顿时大无语，这枭雄都快有强迫症了，谁喊无敌那就干谁。终于来了一个不那么弱的啦！是阁下在言无敌？正是我。怎么，你不服？倒也不是，就怕你在吹牛皮。你放心，我是真无敌。希望如此。那我要出剑了。求杀！求杀！剑修愣住，他有些犹豫，他觉得切磋一下就好，没有必要杀人。他不远一里回来，不是为了杀人。求求你，求你杀死我！我是谁？我他妈怎么了？我被秒了？应该听杨兄的。你这般弱，怎也好意思言无敌？你是官玄宇宙的？你是官玄宇宙的敌人。魔帝盯着剑修没有说话。官玄宇宙是我叶老弟的势力。既然你是官玄宇宙的敌人，那么都是些骗子，动不动就言无敌。无敌真寂寞呀。先回官玄宇宙。姑姑，官玄宇宙可是出事了吗？没事，那边有人挡着永生文明的强者。官玄宇宙需要有人主持大局，所以你们三个都回去。想走？莫怕，姑姑们在，谁也不能对你以大欺小。你便是夜官？阁下是？神医剑，听过没？没有听过也正常，毕竟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阁下不是永生文明的？不是。那阁下来此事？听闻大道比主人烙印在你身上，可是那烙印确实在我身上。给我可行？若是不给，阁下应该要抢是吗？你觉得呢？阁下虽然不是永生文明时代的，但应该是来自某个文明时代的大佬，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你要与我合作？若是阁下觉得我与你合作是在侮辱你，或者阁下觉得我官玄宇宙没有这个资格与你合作，那我就只能说，阁下大可以直接出手。恕我直言，我对你们这些曾经时代的文明强者真的是没有好感，一点都没有。为何？因为你们很自负，或者说很蠢。蠢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最近的一位啊，比如那博天族族长博天道。叶公子，这家伙怎么在呀？背后说人坏话，岂是君子所为？背后说人坏话确实不太好，可我要说的是实话呀。
博天道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他玄气传音说：叶公子，你我虽然是对手，但我博天道一直很敬重你姑姑。还有你尊重对手就是尊重自己，你说呢？好，我给博族长一个面子，不拿阁下与博天族举例子。多谢。此人名神一境，乃神道文明初期时一位宇宙神灵，实力远超一般大帝。当年因为想重启宇宙，被大道比主人镇压。我知道阁下在神道文明时代是一位绝世人物，如今出世，大道比主人不在，阁下自然是无比的自信的，认为当时无人是阁下之敌。但我个人有个小小的建议，即使阁下真的要抢我道印，要与我官玄宇宙为敌，阁下也应该先去做一下调查，调查一下我的背景，调查一下我官玄宇宙的实力。妈的，老子居然去给反派操心，这日子过得真的是太累了。听到叶关的话，一旁的博天道看了他一眼，沉默不语。其实对于这叶关的话，他还是很有感触的呀。刚出来时，他与这永生大帝还有这神一境的心态是一样的，认为大道比主人不在，世间无敌手，人一旦膨胀就必有大祸呀。而他就是因为过于膨胀，才导致博天族差点被灭族，自己也是差点被一剑干没。当初这家伙若是对自己说这番话，以自己这绝世无双的智慧，肯定是能听进去的呀，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悲剧了。本神听出你的意思了，你是想告诉本神，你官玄宇宙实力很强，你叶关背后有能人，是不是？我承认，你说的话其实也是有道理的。与人为敌，自当先调查清楚对方实力与来历，以免招惹到不可敌之人，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其实这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的实力吗？你们做坏人真的能不能不要先无脑干呢？你们这么搞，我真的太累了呀。小家伙，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自以为是的，他们都活在自己那狭隘的圈子里，他们没有见过更广阔的天地，因此他们没有敬畏之心，认知形成了闭环，而在这个闭环内，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神。以后若是遇到类似这种人，就不要去跟他讲道理，特别是当对方对你有敌意时，你要做的就是怎么把对方弄死，而不是去跟对方讲道理。因为道理只在剑锋上，讲10000遍道理不如给他一剑，你给他一剑，他也就什么都明白了。你素群姑姑什么都看得明白，所以他从不与人讲道理，也不让别人与他讲道理。我懂了。想不想看姑姑乱杀？白群姑姑没有你青丘姑姑与你素群姑姑那么强，所以只能用点外物了。虽然我也不喜欢用外物，不过今天为了你，可以破例一次。几位大佬，谁方便，还请借剑一用。几位大佬，谁方便，还请借剑一用。小家伙，你现在可以与他讲道理了。我想不用了。叶关公子若是愿意高抬贵手，在下愿为官玄宇宙效力。杀了！这就是愚蠢了，被关了几千万年，终于出世，然后被抹除。博天道此刻心中暗暗庆幸，还好自己当初机灵跑得快，不然下场怕也是如这神一境一样了。素群姑姑在银河系过得怎么样了？
不知道，不过我们马上就要知道了。两位公公要去银河系，哥哥在那边，所以我们也想去那边。好，当然现在不会去，这永生大帝实力不简单，而且他还在到处招揽各个时代文明的顶级强者，所以我们得留在这里陪你。谢谢。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做什么？好，以后不说谢谢了。话说你也算是半个银河系人，以后有没有想过去那边看看？据我所知，你不少亲人都在那边，包括你母亲的母族秦族。以后看机会吧。你们先带小佳他们回去吧。好。这永生文明必是不会罢休的，因为那位永生大帝极其的自负。其实也不算自负，他的实力也确实很强。依你看，我们现在该如何？请木仪教我。其实相比永生文明，这真宇宙才是我们最应该防备的。你体内那位神秘女子没有跟着你，如果我没猜错，她的目的是不是已经暴露了？宇宙劫。木仪怎么知道啊？如果我没猜错，那个女人是想让你扛下宇宙劫，对吗？真是好算计了。老爹能破这宇宙劫吗？你爹破神后都奈何不得真神，而真神如今都只能镇压宇宙劫，不能彻底将其毁灭。所以，你说呢？曾经五维宇宙也有过一次这种经历，不过那劫相比这宇宙劫简直不值一提。这宇宙劫是全宇宙的劫，而且那真神一直压制，无限压制，导致其越来越恐怖。无解吗？有解，就像现在真神一直镇压着。叶关低声一叹，那个女人不是想让你去镇压，她是想让你招惹上宇宙劫，然后让你身后的人去镇压。这宇宙劫就相当于是无解呀。他现在大概明白老爹为何不再去找那真神麻烦了。你们谈谈吧。我们？他从一开始就到这里了，看得出来，这位姑娘对你……子敬，做什么？你是来帮我的吗？你想得挺美。笑个什么？见到你高兴啊。子敬，我们可以聊聊吗？聊什么？我是真宇宙的，你是官选宇宙的，我们之间能聊的就是怎么灭了对方，不是吗？那你为何三番两次救我？因为我想亲自杀了你。你若真想杀我，我早就死无数次了。理智告诉他，这男人是官选宇宙的，他死了才最好的。可是他自己每次都忍不住来看他，他心情很复杂，且充满了矛盾，很痛苦。我知道你内心肯定是很矛盾，也很难受。从永生秘境到真宇宙，再到真世界宇宙劫，再到现在，你三番两次助我，特别是好几次为了救我，你不惜与你姐妹动手。你对我从来都是那么的义无反顾，而我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废物，我却一直装傻充愣，连句喜欢都不敢与你说。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呢？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因为一看到你，我就想到你是真宇宙的，你是执剑者，我们是敌人。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反正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做什么？你是官选宇宙的，我是真宇宙的，我们两家是世仇，你忘了吗？难道后面要来上演一场狗血剧吗？你不会为了我背叛官选宇宙，我也不会为了你背叛真宇宙与大界，所以什么跟什么，我可从未说过喜欢你。差点被带偏了呀。只见这有些恼羞成怒，瞪了一眼面前叶关，这个狗男人真是太坏了。你要做什么？你再过来，我就捅死你了！狗男人，狗男人！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可能是你太漂亮了，也可能是我太喜欢你了。你下次莫要这般轻薄了。哼，有奸情，关你屁事！听到执剑者的话，那慈柔表情顿时僵住，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雌竞吗？这还是那个雌竞吗？被亲了居然都不生气，完了呀！不行，不能让雌竞越陷越深。雌竞这个狗男人坏得很，我告诉你，他这是在欲擒故纵。我跟了他那么久，对他的性格很清楚的，他有很多缺点，真的。他有什么缺点？他这个人很花心，招惹了许多女人，用大姐的话来说就是暖男，给所有女人送温暖。你是说8晚吗？刺柔姑娘，别人喜欢我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也不可能阻止。不过我得承认，对于8晚我是真心喜欢的，就像喜欢雌竞一样。当然我没有想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慈柔姑娘设的局。慈柔姑娘有心算无心，以情设局，我敌不过你，我认输。你真卑鄙！慈柔姑娘，你从一开始跟着我，一路来你经常指点我，帮助我提升，期间更是多次出手相救。在我心中，我一直是非常敬重你的，将你当作是自己的导师，即使到如今，我也不曾说过你半句坏话。你又何必在慈静面前说我坏话呢？我知道你是为了帮助你大姐，所以设计针对我。可慈柔姑娘，我叶关是什么人，你应该很清楚。你先前待我那么好，你若有困难，你只要说一声，我叶关会坐视不管了。我知道宇宙劫很让人头疼，可若是真关系到全宇宙的安危，你只要好好与我说，以我对你的敬重，我肯定会将我公公和我爷爷还有我爹以及大伯叫过来，让他们帮忙想办法。其实只需要你一句话，我叶关定会尽全力的去帮你的，因为我真的很敬重你，将你当作是自己的亲人的。慈柔看着面前的叶关，芳心有些颤，她是真没有想到，他在眼前这男子心中的地位竟然是这般的重啊！他想反驳，但却无话可说，因为他知道眼前这男人没有说假，对方是句句发自肺腑。这少年虽然偶尔会嘴贫一下，但却不会去玩这种言语欺骗的不入流把戏。但此刻他倒是希望眼前这少年再与他玩心棋了。我突然想到一个法子，若是你做真宇宙的王，我做官宣宇宙的王，如此一来，你我生个孩子，让他成为真宇宙的王，那不就是……你要死啊！好端端的，怎么又说这些不着边界的话？再说这种话，我就捅死你了！别笑，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不管以后如何，反正我今日就是想告诉你我的心意。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反正我喜欢你。你与他是在永生秘境吗？跟你有关系吗？慈静，我知道你看不惯我与慈树的所作所为，但是我还是得提醒你，情一字最伤人。你就算喜欢他，也别着急，待以后……慈柔，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觉得做人就该活得潇洒一些，该爱就爱，该恨就恨。即使有一天我与他真的兵戎相见，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你也爱他？不，我很讨厌他。永生界，靖晨等人退回永生界之后，皆是后怕不已。他们没有想到，这官宣宇宙的强者竟然如此恐怖，差一点直接就全军覆没了呀！我们前往官宣宇宙的1000大术士，只回来了一半。一半？地主在何处？刚得到消息，地主已经前往神虚之地。神道文明，将这边的事告诉他。接下来有何打算？木仪有什么想法？我倒是有几个想法，我与你说说。你若是觉得不妥，我们再商量。好的。你与之前那位执剑者姑娘谈得如何？说说。她曾数次出手救我，我们……既然她对你有情意，那么官选宇宙与真宇宙之间的事情，我们就暂时搁置一下，先来解决这永生文明吧。现在有2条路可以解决永生文明，你得选一条。哪2条？第一条，以现有的官选宇宙实力与永生文明斗智斗勇。当然，
这要难一些，因为就目前而言，若是单打独斗，四剑与那位真神还有大道比主人不出，应该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那位永生大帝的。夜观沉默。当日执剑者和永生大帝交过手，当时执剑者完全被压制，而那个时候永生大帝只有不到巅峰时期30%实力。知道第二条路吗？让姑姑出手。你这小家伙，这聪明劲儿一点都不输你老爹。让你姑姑出手，这永生大帝自然不是对手的。可是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每一次出手都将在你心中种下一位神，而且你的无敌剑道道心也会在顷刻间崩塌。确实，自己走的是无敌剑道，御敌就叫姑姑，这是哪门子无敌剑道啊？无敌姑姑还差不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便是若是有一天他不在了，那时你再遇到天大的困难，又该如何？木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我们也不希望你成为一个新的靠山王，不然我们都不用来这里帮你。你遇事叫一声姑姑，一切麻烦都解决了。我想靠自己。其实我们在这里帮你对抗真宇宙与永生文明，不仅是在帮你，也是在帮我们自己。我们也想突破自身桎梏，破掉心中神，达到另外一个层次。破神？其实破神不是一个境界，当然你也可以当它是一种境界。而在我看来，破神就是破心中的恐惧，破那种绝望，破那种你自认为的不可能。就如此刻，我们的对手是永生大帝。就目前而言，对我们来说，这永生大帝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而你若是叫姑姑出来，你姑姑把他一剑给秒杀，那时我们会崩溃的。木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会靠我自己的。你这小家伙就是聪明。如果给我时间，我能打败永生大帝，我觉得我行的，真的。我相信你，不过当下我们就需要争取时间，为你争取时间。一切听木易的。那我们就来布个局，阴一阴这个永生大帝。但就在这时，安游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安游深深一礼，然后低声说了几句：“慈柔前往永生界了。”叶关脸色阴沉，他知道这个女人去往永生界，那必然是要搞事情了。这女人必有阴谋。这女人必有阴谋。先不管那女子，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做2件事。木易有什么计划吗？据我们所知，永生大帝现在他正在神虚之地，他在那边救一些被大道比主人封印的神道文明时代强者。当然，作为回报，那些强者一旦出现，自然是要为他做事的。就如之前的宇宙神灵神一剑，对方就是永生大帝救出来的，而条件就是为永生文明效力。他能救，我们为何不能救啊？而且我有道印，我若要想救的话，可以比他更加容易啊。聪明。第二步就是提升我的实力嘛。是的，你现在剑道境界可以，但是自身境界与你这肉身还不够强，因此我们得想办法提升你的境界与你的肉身。去神虚之地。好。等等，得带2个小家伙去。以后去玩记得叫我们，知道吗？好，我们走。另一边，一片星空之中，博天道看着远处星空深处沉默不语。在他身旁是博天烈，现在整个博天族就他们2个强者了。未曾想到，这观玄宇宙还有如此多神秘强者。博天道微微点头，低声一叹，内心复杂无比。他知道博天族这个仇是别想报了，这观玄宇宙惹不起啊。大道比主人消失，无数封印开始慢慢消失，特别是那些边界封印。让族人去偏远一点的地方吧。族长是觉得这世道要乱了？已经乱了。这一次重生之后，怎么感觉我还弱了呢？听说永生文明此次进攻观玄宇宙失败了。慈柔姑娘是来说风凉话的吗？我还没那么无聊，我这次来是想与永生文明合作。
两位出来这么久，应该已经调查过我真宇宙与那观玄宇宙。我真宇宙与观玄宇宙也可以说是世仇，打了数千万年。而如今永生文明的敌人也是观玄宇宙。俗话说得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你们觉得呢？慈柔姑娘觉得该怎么合作？观玄宇宙最强的其实是那位在银河系的素裙女子，也就是之前在乱星界秒杀过命运大帝的那位。你们调查过她吧？调查过，不过此人实力究竟有多强，我们也不得知。但是我已经派人前往银河系，过不了多久，应该就会有消息传回来。此人乃是观玄宇宙最强者。最强？是的，非常强。而且他也是一位宇宙神灵，属于一个极为遥远的时代。宇宙神灵？难怪此人如此之强。未曾想到，这观玄宇宙竟然也有一位宇宙神灵。这样如何？这素裙女子交给我真宇宙来对付，你们去对付观玄宇宙。此人实力太强，至少得派10几位命运大帝及数十位岁月大帝群殴，才有可能将其斩杀。如今永生文明这情况，所以这最强的还是让我真宇宙来打吧。慈柔姑娘，此人交给我永生文明，观玄宇宙交给真宇宙，你看如何？是的，慈柔姑娘，我永生文明巅峰强者较多，但中下层强者远不如真宇宙，因此我们更适合去对付那素裙女子。两位，那位素裙女子实力真的极强，一点点强者根本杀不死她，所以我觉得还是由我真宇宙来比较好。慈柔姑娘，那女人实力确实很强，但我永生文明自问还是有些能人的。你放心，只要你们真宇宙同意，老夫向你保证，我永生文明定将其首级取来。我这是为你们好。慈柔姑娘，你一直反对，难不成是有什么阴谋不成？我慈柔岂是那种人？我这次前来，那是代表我们真宇宙来的，我们是非常有诚意的，我怎么会有什么阴谋？你可以怀疑真宇宙，但不能怀疑我慈柔的人品。也罢，那就让我真宇宙去对付观玄宇宙，你永生界去对付那素裙女子。不过我得提醒你，此人实力极强，一点点人根本奈何不得他，因此你们若是想杀他，最好就不要留手，出所有强者，一击毙命。出所有强者，一击毙命。这是自然。不过慈柔姑娘，我有些好奇，真宇宙真的有把握对付那观玄宇宙？我真宇宙的实力很弱吗？老夫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观玄宇宙有几位顶级强者，他们的实力着实有些强大。这个就不需要阁下操心了，我们真正担心的是那素裙女子。此人拥有一柄神剑，就是当日白裙剑修拿着的那柄神剑。两位可知这是什么剑？此剑名为行道剑，行道，大道比主人打造的一柄剑。大道比主人打造的？是的，不然你以为那柄剑能有那么大的威力？也就是说，那女子的实力是在大道比主人之下？阁下，她的实力当然是在大道比主人之下，这世间怎么可能有比大道比主人还厉害的人？也是。虽然他实力远远不如大道比主人，但也不可小觑，特别是那柄剑。你们的人去了银河系后，可千万要小心，不可大意。慈柔姑娘放心，我们定会将那素裙女子的人头取来。既如此，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什么时候动手？做大事岂可拖拖拉拉？就现在。说着，他掌心摊开，一幅地图出现在近臣二人面前。这地图上标注通往银河系的各个星域的传送阵，都是我真宇宙建立的。
现在起，免费为永生文明提供。告辞。会不会有诈？刚得到消息，真宇宙已经开始大规模调兵前往虚真战场，他们连诸神黄昏卫以及远征军都调去了。看来真宇宙是真的想与我们合作。这真宇宙与观玄宇宙有世仇，他们想灭掉观玄宇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既如此，来人，召集所有强者前往银河系，诛杀宿曲女子。全部强者？之前我们对战观玄宇宙连连失利，为何？因为我们从未真正重视过观玄宇宙，这种错难道还要犯第二次吗？不如等地主回来再做决定。这一次我们若是不出手，你猜想真宇宙会如何？他们定会认为我们无胆再与观玄宇宙为敌。一旦他们这般认为，你觉得他们还会与我们合作吗？真宇宙攻打观玄宇宙，倾尽所有，此等气魄，虽为对手，但我心中亦是敬佩的。反观我们，若是连个宿群女子都杀不了，那岂不是要让真宇宙笑掉大牙？战士默然不语，无法反驳。我知你所忧，那宿群女子实力定然是极强的，但是即使她能以一敌十，难道她能以一敌百，以一敌千吗？为了以防万一，将战地也带去，这是自然。观玄宇宙传来消息，真宇宙派出了无数强者前往虚真战场，但是没有动手。他们要做什么？不知道，但目前来看，他们是没有进攻的意思。因为若是要进攻，他们就不会搞这么大动作了。估计又是在玩什么阴招。那边的事情你莫急，有安姑娘他们在。慈柔，永生文明所有强者倾巢而出，去杀那宿群女子。真有魄力呢！不是要让他们两个宇宙彼此消耗吗？哼！继续往这里派人，但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动手。原地左相沉默不语，黛眉微蹙。这慈柔到底在帮谁呀？他都有些搞不懂了。那个盾可以借我玩吗？我保证还。他在说什么呀？他说你爹找他借了很多东西，都没有还过。天哪，这老爹怎么净干这种事情啊？太可怕了！老杨家的人品怕是都被老爹一个人败光了呀。你爹找小白借了很多东西，说儿子还。妈的，这老爹太不当人了！生儿子是来这么玩的吗？这孙子很穷，他还不起。孙子，这二丫姑娘是真是把自己当孙子了呀！偏偏她还没法反驳，辈分在哪里呢？她是知道的，这二丫叫爷爷是叫哥的，别说自己，她叫老爹都是叫小玄子的。听到二丫的话，小白看了一眼叶关，似是想到什么。小白突然掌心摊开，叶关眉间一道倒印和雷印飞了出来。这小家伙可以控制自己的神物。小白把玩了一下倒印和雷印，小脑袋点了点头，觉得这两样东西还勉强能入眼，于是呢，直接把这两枚印给收了起来。小白，这是我的呀！他说你的就是他的，他的还是他的。这小白怎么有点像土匪呀？跟谁学的呀？小白，你不能拿孙子的东西，他是孙子，我们是长辈，要照顾他，知道吗？听到二丫的话，小白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倒印和雷印还给了叶关。他也觉得拿孙子的东西好像有点不太好。叶关看了看倒印和雷印一眼，心中很是不满，这两货居然都不反抗一下。得想办法从小白这里借点宝物啊，也让儿子还。我们要到神虚之地了。木一了解这神虚之地，知道的倒是不多，只知道这个地方曾经镇压了不少神道文明时代的强者。大到比主人时代的强者们。
大道比主人虽然推翻了永生文明，但是他想创立的秩序却也损害了当时许多强者的利益，因此当年那个时代有不少曾经跟着他的人起来反抗他。这永生大帝此行就是为了救出曾经被大道比主人封印的那些强者，让他们来为他效力。大道比主人当年为何不斩尽杀绝？不知道。这一次我们的目的是去神虚之地的上剑宗。上剑宗？是的，神道文明时代初期最强大的2个宗门之一。这个上剑宗曾经就是大道比主人手中的一柄剑，但后来上剑宗第1代宗主带着整个上剑宗叛变，与大道比主人大战，最终不敌。上剑宗内许多顶级强者被镇压。其实如果神道文明初期不内乱的话，真神想要推翻整个神道文明并没有那么容易的。在真神与神道文明开战时，神道文明的实力就已经因为内乱而大不如前。神道文明当时内部应该出现什么事情，才导致他们内乱了？我猜测是理念不同。大道比主人之前的时代，所有生灵的寿命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只要你修炼，你就能够一直有寿命，可以说是在牺牲宇宙来换取自己的生存。而大道比主人掌权之后，他想建立一个有生死的秩序。你想想，本来你可以活很久，但是他突然来给你的寿命强行画一个句号，你愿意吗？在大道比主人之前，秩序很混乱，而大道比主人起来后，他以大道为基础，创造命运与轮回一道，强行束缚芸芸众生，给这个世界制定秩序与规则。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无疑是犯了众怒的。难怪他会被打。你觉得大道比主人的所作所为是好还是坏？对于这茫茫宇宙而言，自然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但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芸芸众生而言，不是一件好事。若是你会怎么做？走永生文明的路子，还是走大道比主人的路子？大道比主人这个人他见过1、2面，给他的感觉其实还挺好。毕竟对方一出来并没有如博天道以及永生大帝那般要将他往死里干，其实这种人不是我现在能够评价的。你是说大道比主人？他所推行的大道对芸芸众生有害，但对整个宇宙却是有利的。若是真的让芸芸众生如此毫无顾忌地索取下去，宇宙迟早会不堪重负，而最终毁灭的还是这芸芸众生啊。但同样的，换做我自己那个时代，他这么搞，我也是要反抗他的，毕竟这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若是你成为一个时代的新主，你会怎么做呢？不知道。没事，暂时也不急。木仪是天道，对吗？你是想问我对他的秩序大道是什么看法，对吗？是的。作为天道，自然是希望这世间是有秩序与有规则的，因为如此一来，一片宇宙才能够可持续发展，寿命会变得更久。他已经明白木仪的意思了，很显然他是支持这个大道比主人的做法的。其实也正常，若真任由世人索取，宇宙迟早会彻底灭亡，而木天道作为天道，肯定是不希望宇宙灭亡的。其实大道比主人的秩序并未被推翻，你可以看看，真神保留了大道比主人的秩序，我们观选宇宙亦是如此。确实。对真神你是什么想法？不熟，不做评论。也是。哎，小关子，你去过银河系没？没有。下次跟我们去，我请你喝82年的酒。82年？还有小妹妹，她们会跳舞，穿的可少了。一旁小白连忙点头，然后特意比划了几下。穿的很少。我觉得银河系也可以历练。下次我们去银河系历练，我带你去那种地方。那种地方？这二丫说的那种地方，不会是那种地方吧？银河系，叶关倒是有些向往，因为那不仅仅是娘亲秦关的老家，姑姑和老爹现在也在银河系。严格来说，他其实也算半个银河系人。去银河系可以大幅度提升你的实力。怎么说？银河系是一个花花世界，最容易锻炼人心。你这种天赋去那边红尘走一番，必定见到修为大涨。而且大道比主人曾经也是在银河系，我和小白还知道他住在哪里。他住在黔州，有很多很多宝贝啊。有点不对劲啊。
木仪可去过银河系？没有，不过以后有机会倒是要去看看，听说那边挺好玩的。有机会我也去看看。记得带上我与小白，我们带你去无边会所。无边会所？ Empty bed, thoughts of you trapped in my head.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lights go dim, I can't help but miss your touch, your skin. My heart aches. 带我们去有好处，不然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好孙子。到了。是的。之前不是说那永生大帝在神勋之地吗？怕吗？我连姑姑都不怕，就会怕他？你都不怕，那我也不怕。到时候你与永生大帝单挑，我与二丫还有小白给你助威，如何？走吧。这上剑宗很不简单呢。确实。滚！久闻圣剑宗剑道乃神道文明剑道之最，今日我身旁这后辈不才，特来请教。剑修，嚣张一点。我无敌，你们随意。是不是太嚣张了呀？你觉得呢？反正我听木仪的。准备好挨打了。你无敌？少年，击我一剑。无敌剑道，破凡境剑修，好妖孽！前辈，你方才那一招可是剑技吗？是的，老夫自创的斩天技，你觉得如何？前辈，此剑技好生了得，晚辈有个不情之请。晚辈想学此剑技。你想学我这剑技？不知前辈可愿相授？我这剑技虽然还可以，但比起你方才施展的那门剑技，却是远远不如。你学我这剑技做什么？学前辈的意。意？是的，前辈那一剑之中蕴含一股意，一股桀骜不驯的意，一股锋芒毕露的意，一股敢与天下至强者亮剑的意。见到前辈，我才觉得剑修就当该如此。你这少年说话有意思。走，我们进殿台。这个孙子很会拍马屁，下次要小心点，不要被他忽悠。当然，偶尔可以给他点好处，毕竟是我们的孙子，不能亏待了。木仪，自己去吧。好的。来此可是为上剑宗传承？前辈，实不相瞒，我来此并非为了传承，而是另有所谋。谋什么？叶关突然掌心摊开，道印出现在他的手中。道印？是的。你虽有道印，但身上却并无神道气运，也就是说，你不是大道比主人的人。这就奇了。你既然不是大道比主人的人，但却拥有道印。我与大道比主人虽见过一次面，但确实不是他的人。你想做什么？我听闻贵宗有不少强者被大道比主人封印，因此我想来为贵宗强者解封。救了我们之后，然后条件是我们为你效力。前辈错了，不用为我效力，我只求贵宗一份剑道传承，传我一些剑道知识便可。就这样。前辈，道印可暂借前辈一用，拥有此印，我相信前辈能够随时破除上剑宗的封印。少年，你当真有意思，你比那永生大帝有意思太多了。永生大帝来过这里？不久前他来过此地，
他说，只要我上剑宗愿意效忠他，他便愿意相助我们脱困。前辈们拒绝了。哼，我剑宗铮铮铁骨，岂会为了苟活而去做他人走狗？他知道许多剑修都有傲骨，说的好听是傲骨，说的难听就是一根筋。当然，这种人往往也是最让人敬佩的。宁折勿弯，宁死不屈。少年，你当真愿意相借道音？自然。除那份剑道传承外，别无所求。求一份善缘。哈哈哈哈哈！好一个善缘！少年，你的这份善缘，我上剑宗结了。上剑宗。小友就不怕我强取这道音？前辈不是这种人。何以见得？前辈宁死也不做他人之狗，连死都不惧，又岂会做那般不耻之事？哈哈哈哈哈！小友，你真有意思。可惜啊，你有自己的剑道，不然老夫真想收你做徒弟，让你做我上剑宗的宗主。小友，这是我上剑宗的一份剑道传承，其中有我上剑宗的核心剑道传承，希望对你的剑道有所帮助。多谢了，前辈，告辞了。等等，小友，这送你。前辈，叫前辈太生疏了，我年纪比你大，你叫我一声大哥吧。大哥？怎么？你可是不愿？自然是愿意的。大哥，在下叶欢，如今官玄宇宙的院长。我叫南云天，上剑宗的副宗主。宗主当年遇害后，如今这上剑宗归我管。此乃我上剑宗第一神物，里面有6柄无级别飞剑。方才我见你用的是异剑，想来你缺剑，所以赠送给你了。我要拒绝，这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多谢大哥。应该是我感谢你，若不是你愿意相助，我上剑宗等人怕是要被封印致死了。缘分。哈哈哈，好一个缘分！叶老弟，大恩不言谢。从今日起，你官玄宇宙的事情就是我上剑宗的事情。你有需要，只要知会一声，就是大道比主人与你为敌，我上剑宗也要干他一干。大哥，多谢了。哎，自家兄弟谢个什么？我们得去别的地方了。大哥，如今上剑宗百废待兴，若是有需要，知会一声，我官玄宇宙绝不推辞。好，告辞。宗主，你可是在疑惑我为何那般对待这少年？第一，他救了我们，救命之恩，别说只是感谢，就是磕个头都不为过。第二，你们觉得此人如何？天纵奇才。还有呢？老者看向南云天，不解。第一点，此人能够以道仙境占命运大地，他的天赋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若仅仅只是天赋，他可能在这个年纪达到这个高度吗？更别说此人还拥有道印此等神物。这道印可是神道一脉道主的身份象征，但此刻却在他身上。他与大道比主人……愚蠢！先不说他与大道比主人有没有关系，就算他与大道比主人有关系，那又如何？去杀了他，还是去杀了大道比主人？我们上剑宗巅峰时期都干不过大道比主人，更别说现在了。即使他是大道比主人的人，
我们也不能再有别的心思，因为我们根本不是大道比主人的对手，而且他并不是大道比主人的人，因为他身上没有神道气运加持，而他既不是大道比主人的人，但却拥有道印此等神物，这就很耐人寻味了。此人身份确实不简单，他身边跟着的那2人很危险，还有那白色小家伙是一位灵族。时代不一样了，我上剑宗可以高傲，可以有骨气，但是更得有脑子。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此刻的你们自然是很膨胀的，认为自己现在破了封印，没了大道比主人就举世无敌了，是也不是？众人沉默，他们确实是有这个心态的。在神道文明时代，他们就是最能打的那一批顶级强者，而如今脱困，大道比主人不在，他们还有敌手吗？呵呵，当年我上剑宗为何有那场灾难，就是因为膨胀，膨胀到我们都已经认不清自己。而如今数千万年后，我们若是继续膨胀，等待我们的怕是只有死路一条。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要小瞧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如今要做的就是低调发展，静观其变，广结善缘，图谋未来。宗主所言极是，宗主是看好这少年。此人如此年轻，便有如此恐怖的战力，身世必不一般。更难得的是，自身天赋妖孽无比。天赋妖孽也就罢了，他的智慧也是无比妖孽，而且极有魄力，竟敢拿那道印来赌。这种人绝非一般人，能够与其结交，对我上剑宗而言，实乃一幸事。宗主也是在赌？我上剑宗刚出来，根基不稳，想要稳定发展，就得有盟友。这少年身份不简单，最重要的是，他性格也合我胃口，所以我也愿意与他结一份善缘。而之前的永生大帝，此人一来就高高在上，仿佛是在对我们施舍一般。这种人，就算我上剑宗永不出世，也不会去效忠他。此刻起，宗门弟子不得离开这里，你等好好约束他们，让他们莫要去外面生事。如今我们刚破封印，对这时代陌生得很，一个不慎就可能招来大祸，因此一定要好好约束好他们。做人给我低调一点，谦虚一点。众人纷纷点头，表情明白。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现在出来之后还不学聪明一点，他就真的是该死了呀。蛮有气魄的嘛。主要是还有木椅和二丫姑娘你们在，若是不然我也不敢躲。你这小家伙。不管如何，这一次收获不小。这上剑宗的实力确实可以，特别是那宗主，其真正的实力不比之前的永生文明的战地弱。当然，我们自己强才是王道，不然任何的结盟都是虚的。我明白。试试那上剑宗的剑道传承。我正有此意。如何？收获很大。记着，你已有自己的剑道，有自己的路，因此别人的路你可以去学习去借鉴，但不可去走，更要小心别人的剑道理念对你的冲击，让你剑道信仰崩塌。当然你心智坚定，毅力远超常人，这事情一般不会发生的，但谨慎一些是没有错的。我明白。我们去道宗吧。这道宗时
神道文明时代有2个超级宗门，一个是上剑宗，还有一个是道宗。道宗当初也是大道比主人的支持者，而在后来他们也反大道比主人，于是与上剑宗一样都被镇压了。大道比主人当年是犯了众怒啊。正常的，你想想，当时的他们刚打败永生文明，正是分享果实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大道比主人突然来创造秩序，给所有人套上一层枷锁。可以说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对于那些神道文明的强者而言，比永生文明还要过分。最重要的是，本来他们的寿命几乎没有上限，但大道比主人大笔一挥，直接规定他们只能活多久。身处那个时代，谁都会反抗的。这大道比主人当年应该也算是众叛亲离了。其实如果不是真神横空出世，这大道比主人还真有可能成功。因为看得出来，即使当时那个时代的强者联手，也是奈何不得这大道比主人的。真神，此境的大姐，叶关心中顿时有些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而就在这时，一名黑衣老者突然出现在叶关面前。少主，刚得到消息，永生文明所有强者赶往了银河系，最多还有数日，可能就会赶到银河系。他们去银河系做什么呀？诛杀宿群天命。少主，需要支援这位宿群天命姑娘不？而顾好我自己吧。少主，这一次永生文明强者几乎是倾巢而出。不仅如此，据可靠消息，他们还带上了一些永生文明时代的超级术师。这一次他们是来真的。闻言，叶关顿时有些诧异，老实说他很意外，因为他真的没有想到这永生文明居然全部前往银河系，而且此去的目的是诛杀宿群姑姑。这是谁教他们的呀？真宇宙可有进攻啊？到目前为止，真宇宙虽然不断在向虚真战场增兵，但是他们并未有出手，对此我们也是很疑惑。叶关沉默不语，心中暗暗思量，这永生文明和真宇宙同时出手，绝对不是巧合。难道是慈柔那个坏女人在使坏吗？别人不知道宿群姑姑的实力，但慈柔是知道的。难道这女人使了什么计谋，让这永生文明去找宿群姑姑？慈柔这个女人心思深沉如海，许多时候她都看不透啊。少主，永生文明如此多强者前往银河系诛杀宿群天命，我们真的不支援了吗？为他们默哀吧。永生大帝去了吗？没有。闻言，叶关顿时有些失望，这永生大帝居然没有去啊！你下去吧，回去之后告诉安优，让他随时关注真宇宙的动向。不知道这永生大帝招揽到了多少强者。无疑，如今大道比主人被镇压了，真神又被宇宙劫给拖住，我感觉现在的宇宙秩序极有可能会彻底崩塌呀。已经崩塌了。这永生大帝的目的就是要这宇宙世界秩序崩塌。他与真神不同，真神虽然打败了大道比主人，但是他并没有推翻大道比主人创立的秩序。不仅如此，他还加强了这宇宙秩序。而这永生大帝则不同，他的目的是彻底推翻现有的秩序，重回永生文明时代，那个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秩序的时代。当然，这个秩序不是我们现在该担心的，现在要小心的是这永生大帝。此人能够开创一个文明时代，他的实力不能小觑。我明白。让你自己面对永生大帝，你可有信心？给我时间。需要多久？来个10年吧。你想得美。现在他对你而言自然是很强，你远不是他对手。可我觉得你应该要有点压力才行，所以他交给你自己来对付，你觉得如何？给我多久时间？3年。可以。这么有信心？我若是一个散修，木仪就算给我100年，我也不敢答应。可我并不是散修，我要钱有钱，要背景有背景，拥有如此多的资源，注定我要比别人走得快才行啊。你爹当年将你放养一段时间，其实是对的。
若是叶关一开始就是人间建筑和秦关带着，现在实力肯定会更强，但是却绝不会有这份心境和毅力，这是父母给不了的，而恰恰这种又是最重要的。3年，叶关突然想起他和慈静还有1年之约呢，到时候与慈静是打还是不打呢？有些犯难呢。走吧。阿斗，有宝贝。那先去右边。 3000万年，老子苟了3000万年，终于到了大地了。如今人间建筑那个不要脸的刁毛，应该已经挂了吧？啊！是你，木仪，他是醉王。醉王，眼前这位正是当年在官玄宇宙跟随过人间建筑的醉王。不过当年那场大战开始之时，这醉王就开溜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穆念念没有想到，居然在这里遭遇到这个家伙呀！而且听这个家伙的意思，这个家伙在这里竟然苟了3000万年，离谱！真能苟啊！这尼玛是狗王啊！醉王，你居然在这儿！念姑娘，人间建筑还在吗？不在了。哎，他最终还是没有打过真宇宙啊！他破神成功了。这破神成功？是的。未曾想到，他居然真的走出了那一步，了不起！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此地。是的。醉王，恭喜你，成为大帝了呢。这位是？你猜啊。属下醉王见过少主。少主，属下有罪，属下有罪呀！你是宇宙神灵？是的，少主，属下当年贪生怕死，大战时临阵脱逃，还请少主治罪。木仪，你决定。你走吧。这谁都怕死，你怕死也正常。醉王神色复杂，他确实怕死，他现在只想苟，好好的苟，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木仪，我们走吧。好。这少主就这么放过自己了吗？原地，醉王顿时松了一口气，他看了一眼四周，脸上泛起了一抹笑容。如今我以为大帝应该也能装逼了，先见见曾经那些老朋友。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到了。道宗，你说永生大帝会不会已经知道你来了这里？不会。怎么说？我们官玄宇宙很重视这永生大帝，因此时刻关注着他们的行踪。但是这位永生大帝生性狂妄，目中无人，一生只拜给过大道比主人。在他眼里，如今大道比主人不在，他就是世间第一人。莫说我，他就是那真神，他都不放在眼里。这也是木仪带我来这里的原因吧。还是有些小瞧这个家伙了。这个小家伙平时不吭声，看起来老实无比，实则有800个心眼。难怪当初小塔玩不过他，早早暴露了他的身份。哼，你进去吧。木仪不与我进去吗？你去吧，我相信你。相信我？可是我不相信自己呀。快进去吧。前辈，出来聊聊吧。前辈不出来聊聊，那我可就走了。我好看不？前辈，晚辈来此是想和道宗结个善缘。善缘？见过大道比主人？这大道比主人在以前真是一个名人，这些古老的强者都认识。他为何将道印给你？不是他给我的，是他给别人的，然后被我抢了过来。不过后来与他相见，他并未要回去。前辈，实不相瞒，我与永生大帝是死对头，今日来此，也是为与贵宗结个善缘。当然，
我的目的也不单纯。这个善缘是真的，指望贵宗日后能够帮我一把也是真的。若是我道宗不帮你呢？也没什么，不与我为敌便好。若是我们出来后与你为敌呢？有这个可能性，不过我还是愿意往好的方面去想。当然，这也是在赌道宗要不要脸。如果你们跟我爹一样如果你们真的选择不要脸，那我也没有办法。哼，若是我抢你道印呢？姑娘若是喜欢，拿去便是，区道印而已。妈的，你不会真的选择直接不要脸吧？怎么不舍得了？叶关沉默，他当然不舍得，当然他也没有想到这世间居然有人这么不要脸，强者风范呢，强者傲气呢，你怎么木有啊？哼，不管你说的话是真还是假，反正我是当真了。你叫什么？叶关。叶公子，你送我道印，要与我道宗结一个善缘，这份气魄着实了得。既然你是这么豪爽的人，那我道宗也不能小气。你这份善缘，我道宗结下了；你这份善缘，我道宗结下了。这个女人在装傻充愣，光说结善缘，但是出力的事情却是半点都不提。叶公子，你还有别的事情吗？没有了。姑娘既然已得道印，脱困应该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既如此，那我便告辞了。如何？叶关苦笑，然后将事情说了一遍。所以你就把道印给他了？哎呀，老杨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老实人？你什么都继承了，却偏偏没有继承你爹的脸皮，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他说你爹借东西就像是老虎借猪，有借无还。你那道印真的就那般给那女子了吗？他若真的要，那就给他呗。叶公子，恭喜姑娘。这得多亏叶公子慷慨无私，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被关多久呢。姑娘是被大道比主人封印的。是的。你说他能不能再封印你一次呢？姑娘，得了便宜就别再卖乖了。这小家伙心善，又是一个实在人，但他可不是笨蛋。姑娘这么聪明，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是吧？姑娘用不着生气，我岳家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我是见他好玩，与他开个玩笑罢了。叶公子，为了感谢你救我出来，我决定报答你，以身相许。木叶，你爹是脸皮太厚，你是脸皮太薄，特别是对待女子，你要是有你爹1/10的手段，不行，你爹已经不算是多情，而是滥情了。以身相许。这位叶公子一表人才，天赋又极高，身份还不一般。若是他不介意以身相许，也不是不可以呢。妖女，好强大的力量！哼，不要以为凶大，我就不敢打你。叶公子，为了感谢你出手相救，我决定报答你。我带你去道宫拿宝物。道宫？是的。这里不是道宫？自然不是。这道宫在地底深处，被封埋了数千万年，整个道门的所有宝藏都在这地宫内。叶关转头看向小白，有没有宝贝，小白最清楚。叶公子，这道宫是我道宗所有宝物埋葬之地，若是带你这灵祖进去，怕是他要把我道宗所有神物都勾搭走了，所以不能带他进去。你们去吧，我们去别的地方逛逛，到时候来接你，你自己小心些。叶公子，我们走吧。念念姑娘，那女人心机太深，她会算计小家伙的。我知道。那你还让小家伙跟着他？你不怕他连裤子都被人家骗去吗？不要小看这小家伙，
这小家伙比他爹内敛很多，但是那脑子可一点都不差。那女人虽然不是一个善茬，但想要拿捏这个小家伙，没有那么容易的。确实，这孙子天天盯着小白看，肯定在想怎么从小白这里借东西，也不是一个好孙子。怎么了？真宇宙派遣的强者越来越多，我们得先回去一趟。这小家伙，有人保护他。叶公子，封印解除了，那还你。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姑娘不是那种人。你凭什么认为我不是那种人？直觉。我给你一个忠告，不要去考验人性。你这烙印比你想象的还要珍贵，即使是我也是动心的。因为拥有此物，便可破世间所有封印，得无数吉人。那岳家姑娘为何不将其占为己有啊？那叶公子为何愿意将此印那般轻易让给我？我没有想到岳家姑娘真的会要。我们走吧，